谁能想到，自从那个所谓的反转之日开始，这天就彻底变了。这场跟魔族的死斗竟然整整打了1个世纪，到处都是怪物，到处都是厮杀，根本看不到尽头。整整480万平民丧命，29万联军士兵战死，放眼望去，除了尸体，就只剩下绝望了。家园全毁了，几百万公顷的农田变成荒地，这损失根本没法算。更糟糕的是，魔族大军已经杀到了迷雾前线，那是我们最后一道防线。要是这里也守不住，埋着神级武器的圣地就彻底完了。这局面怎么看都是死路一条。但是，就算世界都要毁灭了，底层士兵的日子还是一样没法过。盖特刚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超越者，哨兵盖特。紧接着又是一记粗鲁的推搡。男人盯着眼前的盖特，语气里全是嘲讽。超越者这种大人物，应该早就退役，享清福了吧？盖特低着头，只能小声回了一句：“不，长官，这世上想弄死你这种蠢货的人多得数不过来。从明天开始，不准喝水，不准脱甲，更不准睡觉。一醒来就别吃早餐。我下面和你上面的人集合到训练场，菩提树那边是高层逃命的路，记得告诉他们别太招摇，绕着河边走。”盖特沉默地听着，只回了一句：“知道了。”画面一转，军营的旗帜在风里猎猎作响，看似平静的营地，其实早就人心惶惶。就在这时，盖特猛地从床上坐起，他大口喘着粗气，像是刚从地狱里爬出来。刚才那个梦实在是太真实了。守卫在门口喊了一声：“终极剑士盖特，你总算醒了。”盖特随口应了一声，其实他心里烦得很。刚才那个梦全是以前当底层小兵时的烂事，想起来就觉得恶心。现在的他早就不是那个任人揉捏的软柿子了。他翻身下床，一把抓起那柄沉重的红白大剑，大步走出帐篷。他冷着脸问：“昨晚第2班岗是谁在守？”斯卡利赶紧回答：“是魔法2班的莫里斯。看来今天又有不少麻烦事要处理了。”盖特听完气的直接骂出了声：“又是莫爱那个矮人混蛋！明明该他值班，结果这货根本不守岗位，天还没亮他就举着个火炬冲进营房，把所有人折腾得鸡飞狗跳。难怪自己会做那种恶心人的噩梦。”斯卡利在一旁小声提醒：“就算咱们想翻篇，上头那些大人物也绝对不会罢休。”盖特叹了口气，摆摆手说：“去告诉莫爱，让他今天老老实实待着反省，这次连我也保不住他了。”盖特伸手要过名单，想看看今天都有谁入伍。斯卡利一边递过去，一边盯着手里的古老经书。他压低声音说：“这批新兵里搞不好会出一个超越者。所谓的超越者，那可是传说级别的存在，在赤云山脉的深处埋着10件被称为神器的兵器。谁要是能把它们拔出来，谁就是能改变世界的超越者。莫里斯手里那把红白大剑就是其中之一。这种级别的怪物，难道真的要出现了吗？”大先知圣拜恩斯曾留下预言，说这世上只有一种办法能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那就是让10位超越者在同一天的同一个时刻集结，彻底刺穿魔王黑龙的心脏。听起来挺热血的，对吧？可现实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盖特看着手里的名单，心里全是怨气。成为超越者难道是什么罪过吗？我明明是个拿剑的战士，凭什么要被派到这儿，给这帮玩黑魔法的家伙搞什么评估？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离谱了。说到底，现在能拔出神器的超越者，全世界也就只有2个，一个是剑士盖特，另一个是法师莫里斯。盖特撇了撇嘴，那本破经书上的预言真的能信吗？斯卡利吓得赶紧让他闭嘴，这要是传出去，可是要掉脑袋的大罪。但他也承认，盖特和莫里斯入伍的日子确实跟预言里对上了一点不差。斯卡利叹了口气说：“如果这次黑魔法部队里真的出了个超越者，那新人的日子可就惨了。”盖特冷笑一声，谁不知道那边的队长乌尔德林对超越者这种天才心里一直极度不平衡，落到他手里肯定没好果子吃。不过看看这招木令，3倍军饷还包分配，这种诱惑谁能扛得住啊？斯卡利这下是真的急了，他拉住盖特说：“这次选人一定要挑个心理素质硬的，现在外面都在转，要是咱们这儿再出一个逃兵，总部就要撤掉编制，把所有人发配到边疆去喂蚊子。”盖特听完也觉得头大，他看着背后的重剑自嘲：“超越者这种怪物哪是我能选出来的？那是武器在挑人，我说了根本不算。”但他也清楚，如果这个据点守不住，整场领土战就彻底玩完了。就在2人发愁的时候，盖特突然眯起眼睛看向远处，那个平时总迟到的混蛋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难道出大事了？斯卡利赶紧立正敬礼，大声询问乌尔德林什么时候到的。结果这位暗精灵队长连正眼都没瞧他们一下。盖特看着他那负拽上天的样子，心里早就开始骂街了。这混蛋没把他当回事，也不是1天2天了。但现在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盖特深吸一口气，示意斯卡利准备开始。随着一声令下，台下黑压压的暗精灵部队瞬间整齐划一的列好了队，这气氛一下子就变得肃杀起来。盖特扫视着台下这群人，心里只有2个字：嫌弃。这帮所谓的黑魔法志愿者成分复杂得很，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些烂透了的家伙。盖特可没打算跟他们客气，他猛地拔高嗓门，震得所有人耳朵生疼。全体集合，立正！看着这群动作慢吞吞的士兵，盖特直接开启了暴躁模式。你们是在这儿野营吗？还以为现在是逛花园的黄金时代，嗓门再给我大1倍，听见没有？盖特身后的威压简直像一头下山的猛虎，他大声咆哮着，要求所有人重复他的命令3次，听清楚没有？台下的回应震天动地，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掉链子。盖特冷冷地看着这群人，宣布了他们唯一的出路：你们这群黑魔法训练生里，最终只有1个人
能拿起那把传说中的武器，只有那个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超越者，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盖特盯着台下那一张张脸，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让我看看到底谁有这个命。盖特在台上画着大饼，说表现好的能去前线要塞，表现差的就只能去守边疆。他一边说一边在心里疯狂吐槽，这个7号斯万看起来怎么呆头呆脑的。还没等他吐槽完，转头就被莫里斯9号杰尼亚给惊着了。这家伙到底什么情况？那眼神直勾勾的，大白天看着都让人脊背发凉。就在盖特觉得这届新人没救时，他突然在人群里看到了一盖特号纳兹。这下盖特彻底淡定不下来了，这不是那个富可敌国的贝肯堡家族的独生子吗？那可是专门给皇室供货的顶级豪门，家里穷的就剩钱了。这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少爷，居然也跑来玩命。不得不说，内兹他们家的基因是真的强，祖孙3代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更离谱的是，这小少爷为了炫富，满手都戴着名牌戒指，手指头都被勒得发紫了。真不知道他到底是来打仗的，还是来走秀的。就在大家开小差的时候，台上的盖特正式亮出了身份。他可不只是个教官，更是军团长的先锋引导者。他将亲自带领最终选出的10个人，杀进最危险的地牢。台下的士兵们全看傻了，盯着他背后那把德卡武器，小声嘀咕着：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超越者。负责传令的莫里斯这会儿已经吓得魂都没了，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就被这群怪物给顺手收拾了。莫里斯正忙着给新兵整队，这小矮人一边记名册，一边喊着让制服不合身的人赶紧登记调换。结果他翻到一盖特号纳兹这一页，整个人都傻了。这家伙居然要求把全套装备通通换一遍。这就是斯卡利之前提过的那个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士兵。看着纳兹那副油腻的嘴脸，盖特心里已经有了主意。虽然现在还看不出谁最强，但谁是该被踢出去的垃圾，他心里可太有数了。乌尔德林突然主动请缨，要亲自护送这批新兵回营房。这反常的举动让盖特都有点没反应过来。旁边的斯卡利小声嘀咕，他哪是想带队啊，分明是盯上了那批走私的宝贝，专门在这儿等着去抄家呢。盖特心里跟明镜似的，但他只是摆摆手，让斯卡利把嘴闭严实，看破不说破，大家还能继续做同事。等这帮人一走，斯卡利总算松了口气，嚷嚷着自己快累虚脱了，赶紧溜回宿舍补觉。就在这时，盖特突然叫住了莫里斯，气氛一下子变得死寂。旁边的莫里斯直接抖成了筛子。斯卡利看莫里斯状态不对，还好心凑上去想帮忙。杰加二话不说，直接把这小矮人给抡飞了。还没等莫里斯爬起来，杰加又杀气腾腾的冲了过来，嘴里还骂着难听的脏话。这一脚下去，莫里斯的脸被死死踩进土里，地面都被震裂了。杰加咬牙切齿的冷笑，说是因为莫里斯害得他昨天一整晚没睡好。杰加这一脚踩得极狠，莫里斯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旁边的盖特看不过去了，提醒杰加别真把人给弄死了。可杰加根本不在乎，冷笑着说这帮矮人命硬得很。他甚至还一脸挑衅地盯着地上的莫里斯，问他是不是打算赖着不起来。莫里斯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满脸是血，看着让人心惊肉跳。杰加还得意地跟盖特炫耀，瞧吧，这混蛋好着呢。可谁能想到莫里斯刚站稳，杰加反手又是一记闷棍，直接抡在了他的脸上。既然你这么能抗，那我就还没玩够。眼看莫里斯就要没命了，盖特终于忍不住出手，一把按住了杰加的肩膀，求他赶紧收手。这下可好，杰加的火气直接转了弯，他死死盯着盖特的手，觉得这小子真是反了天了，居然敢教他做事。盖特还想再劝2句，可杰加根本不听，他语气冰冷到了极点，问盖特是不是活腻了。这一句话让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杰加死死盯着盖特的脸，威胁要在他脸上再亲手添一道疤。面对杰加的死亡威胁，盖特彻底僵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古老的预言里早就写好了这一幕，当漫长的等待被遗忘，真正的变数终于出现了，竟然有人能拔出10阶武器，超越者。消息确认了吗？那本预言书难道不只是个哄小孩的故事？可现实是这场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全靠死板的等级制度在维持，这么多不同的种族混在一起，谁强谁就是规矩。但现在那个预言里的变数出现了，原本的平衡马上就要被彻底砸碎了。为了维持所谓的秩序，规矩只会越来越严，所谓的超越者不过是用来控制人心的诱饵，毕竟传说可不能当饭吃，更没法变成实打实的等级。杰加挡在盖特面前问，怎么就因为他也是超越者，你就要护着他？他盯着盖特冷冷地说，你是想让我再往你脸上添一道疤吗？面对杰加的挑衅，盖特一句话也没说，两人之间的火药味已经浓到了极点。就在这时，斯卡利突然冲了出来，大喊着杰加的名字。盖特也没想到这种时候竟然会被打断，长官突然下令召集所有骑士团成员去行政组。斯卡利躲在旁边，感觉现场的气氛简直烂透了，最后他只能憋起火，冲盖特丢下一句营房见，转身愤然离开。路过斯卡利时，他还蛮横的把人撞开，嘴里骂骂咧咧的叫人滚远点。看着他远去的背影，盖特冷冷的评价，杰加这个烂人真是一点没变。他转头问莫里斯，你没事吧？莫里斯揉着头说，还好提前开了防御增益，不然这一下真够呛。盖特冷哼一声，杰加那个混蛋大老远跑过来，专门找莫里斯的麻烦，真是够闲的。他觉得杰加肯定另有目的，估计是盯上了受训生里的富3代，想趁机捞点油水。毕竟像杰加这种超越者，骨子里自卑的要命，哪怕不犯错也非要表现得比谁都狠。盖特摆摆手，让莫里斯别再道歉了，有这功夫不如多动动脑子。
不过盖特还是没忍住，问他为什么上厕所这么勤快。莫里斯一脸无奈说：“这是肠道的种族问题。根据大陆生存指南记载，矮人的代谢速度比人类快得多，排泄周期更是人类的 1.7 倍，而且90%以上的矮人天生就乳糖不耐受。”盖特翻看着文件，转头看向旁边的斯卡利，问他是不是被莫爱从睡梦中直接拽起来派过来的。斯卡利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看样子他真是被折腾得够呛。盖特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这破部队里根本就没一个正常人，再这么折腾下去，自己真的快顶不住了。盖特可没心思听他抱怨，直接下令让他们收拾干净，赶紧滚回屋里去。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得立刻去受训生营房看看那边的情况。此时的营房里，29号受训生杰尼亚只是愣愣地站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7号受训生斯万现在感觉非常不爽，因为旁边有个怪胎，从刚才起就一直死死盯着他，这眼神让他浑身不自在，心里忍不住暗骂：这地方怎么到处都是奇葩？就在这时，他又看到了乌尔德林，手里还拎着一袋没收来的违禁烟草。斯万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家伙的长相简直和当初在夜店搭讪他的那个骗子长得一模一样。当时那混蛋还假装自己是神父，现在想想真是让人反胃。画面回到当年的雷多尼亚俱乐部，斯万正和朋友喝着酒，聊着谁家前任劈腿的八卦。正聊到兴头上，一个长相极其自信的家伙突然凑到了桌边，他摆出一副自以为很帅的姿势，问斯万要不要4个人一起玩玩，顺便认识一下。斯万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冷冰冰的回了一句：抱歉，我们要聊点正经事。那家伙碰了一鼻子灰，只能尴尬的退到一边，还不忘丢下一句：等会儿我再过来问问。斯万的朋友觉得挺可惜，刚才那2个男的条件其实还行，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拒人于千里之外。斯万却一脸嫌弃，他最讨厌那种眼神犀利的瘦竹竿，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他想要的是那种闻起来就很有男人味的家伙，哪怕跨种族恋爱他也完全可以接受。回忆起那段在夜店挥霍的时光，斯万忍不住感叹，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可真够精彩的。可惜乌尔德林一开口就把他拉回了残酷的现实，明天训练开始前所有人都要去打针，而且还是破伤风疫苗。听到这3个字，斯万当场就愣住了，这部队的训练到底是有多危险？斯万还是想不通，明明这儿到处都是治愈师，为什么非要让大家去挨那一针？可乌尔德林根本不给商量的余地，他冷着脸下令在接应部队赶到之前，所有人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为了杀这群新兵的锐气，他甚至嫌大家答应的声音不够响，非要逼着所有人扯开嗓子再大声吼一遍。这下好了，整个营房瞬间变得死气沉沉。斯万盘腿坐在床上，感觉空气中都弥漫着尴尬。旁边的实习生更是满脸不屑，小声嘀咕着：这家伙看着也没多大岁数，摆什么前辈的臭架子，要是换在外面，这种货色连正眼看他的资格都没有。营房里的气氛越来越不对劲，几个男兵仗着人多，开始对着他出言不逊，甚至直接开口骂他是疯婆子。女人这脾气哪能受这种气？他直接指着对方的鼻子，让他有种就过来试试。眼看一场内斗就要爆发，就在这节骨眼上，大门突然被人推开了，盖特沉着脸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叠资料。他看着这乱成一锅粥的场面，眼神里满是不悦。这些新兵蛋子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原本叫嚣的那几个人，一看到盖特背后的那把大剑，立马就哑火了，谁都不敢再多说一个字。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位传说中的超凡教官。斯万这下彻底无语了，他旁边坐着的是13号受训生纳兹。斯万心里直犯嘀咕，明明自己才是那个受委屈的人，怎么对方反而摆出一副被冒犯了的样子？这地方真是哪儿都不对劲，遇到的全是些怪人，让他感觉压抑到了极点。与此同时，盖特在翻看报告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今天的制服更换申请数量多的有点不正常，而且全都是同一个人提交的。那个疯狂申请换制服的奇葩，竟然就是眼前的老地精纳兹。纳兹还挺有理，在那儿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说家族运势让他今年必须避开大地色，还得穿天蓝色的才行，甚至还跟盖特聊起了穿搭，说自己是什么冬日冷色调，这身棕色制服完全不衬他的肤色。盖特听得满头黑线，直接打断了他的废话，让他赶紧闭嘴把衣服穿好。看着盖特那副要吃人的表情，纳兹瞬间就老实了，缩着脖子一句话也不敢多说。盖特冷冷地指了指营房，让他赶紧滚进去，别在这儿继续丢人现眼了。谁能想到纳兹这个老地精竟然当众发疯，他对着盖特歇斯底里的咆哮，甚至大喊着让教官别想精神控制他。这离谱的话一出口，整个营房瞬间死一般寂静，所有新兵都听傻了。这老头怕不是真的活腻了。斯万在旁边看得心惊肉跳，他知道内兹这下是彻底闯祸了，这种挑衅教官的行为，后果简直不敢想象。他背着那把巨大的红白长剑，语气冰冷地发出了最后通牒：今天的事他可以放过所有人，但如果再有下次，谁要是还敢像个废物一样乱来，他会保证让所有人在剩下的日子里见识真正的地狱。面对这种绝对的威压，新兵们只能扯着嗓子拼命回应，生怕慢了一秒就会大祸临头。而那个惹祸的老地精纳兹，虽然也老老实实趴在地上，嘴里却还在不停地碎碎念。第二天一早，新兵营就开始了大规模接种，所有人必须露出左肩，紧紧贴着前面人的后背排队，场面极其混乱，甚至连弓箭手斯卡利都被临时拉来充当护士，拿着粗大的针头到处扎人。
莫里斯看着那名晃晃的针尖，心里直打鼓，忍不住问盖特这玩意儿是不是非打不可。盖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提到了后勤组的德雷恩，那个总是拖着一条一只的精灵医生。莫里斯一脸懵，完全不知道这跟打针有什么关系。盖特语气沉重地讲起了往事，在当年的平原战役中，德雷恩只是被递进的钉头锤刺穿了小腿肚子，就因为那上面沾满了脏东西，导致伤口根本无法愈合，最后只能把整条腿都锯掉。盖特叹了口气，德雷恩当时以为自己能治好，结果草率的治疗反而害了他。在战场上被刀剑直接砍死的人固然多，但因为伤口生锈感染而死的数量也同样惊人。莫里斯这下彻底听明白了，这破伤风简直就是隐形的杀手，比正面的敌人还要可怕。甚至连那位大法师维尔克罗斯研究了一辈子治愈法术，对这种病也照样束手无策。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远处的队列突然乱成一团，到处都是气急败坏的叫骂声。盖特眉头一皱，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斯卡利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一边大喊着盖特的名字，一边指着混乱的方向。看他这副慌张的样子，新兵营里显然又出大乱子了。盖特看着慌慌张张的斯卡利，随口问了一句出什么事了。结果斯卡利带回的消息简直像个重磅炸弹，13号受训生竟然失踪了。盖特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在这个节骨眼上，谁敢在他的眼皮子底下玩消失？等他意识到这个13号就是那个老弟金纳兹时，整个人彻底爆发了。他咬牙切齿地骂出了声：“那个侏罗混蛋竟然真的敢逃跑！”他猛地转过头质问：“暗精灵一共就这么几个，你们到底是怎么点名的？负责护送的人都干什么去了？”斯卡利赶紧解释，说是高级别的杰加负责护送，但因为进度太慢，杰加嫌烦，就让他们先开始。这下盖特全明白了，原来是杰加这个混蛋在甩锅。他气得大声质问：“有没有人看到那个老地精去哪了？”他立刻叫出29号受训生，也就是外号鹰眼的家伙，问他有没有发现。杰尼亚二话不说，直接发动能力，瞬间锁定了目标。那个纳兹正翻过后山，拼了命地往外跑。盖特简直不敢相信，鹰眼的视力竟然能看这么远。顺着手指的方向，目标正往后山移动。后山，盖特猛地反应过来，那里可是德卡武器种，是存放竞技武器的禁地。他咬着牙自言自语：那混蛋难道是疯了，竟然想去那种地方？而此时的纳兹已经站在了荒凉的墓地前，他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被命运选中的人。纳兹终于穿过铁丝网，来到了传说中的赤云山隘，眼前这把散发着诡异气息的法杖，就是竞技武器漆黑之漏。他整个人陷入了狂热，坚信这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神兵，只要有了他，谁还敢瞧不起他？盖特那充满鄙夷的声音仿佛还在他耳边回荡，骂他是吓得屁滚尿流的疯子，嘲笑他根本不配谈什么超越。那些高高在上的羞辱，纳兹一刻都没有忘记。他露出一抹阴森的冷笑，现在是时候让那些看走眼的人付出代价了。纳兹死死盯着眼前的法杖，心里全是报复的快感。他要让那些看不起他的人全都闭上臭嘴。就在他伸手的一瞬间，盖特带着人终于赶到了，隔着老远就疯狂大喊让他赶紧住手。盖特急得嗓子都哑了，警告他那玩意儿碰不得，只要手指一搭上去，整条胳膊瞬间就会被废掉。可纳兹根本不听这一套，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反而阴冷地威胁盖特，谁也别想过来，否则他现在就碰下去，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盖特这下是真的头大了，眼前的纳兹简直是个戏精，不仅脑补了一出心理战大戏，还觉得盖特是在故意打压他。纳兹越说越离谱，甚至开始自封名号，说自己是什么伟大的家族继承人，还挑衅盖特是在害怕他的天赋。盖特听得满脸问号，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他实在听不下去了，对着纳兹就是一顿暴躁输出：别在那儿白日做梦了，你可是全军成绩垫底的废物，连普通士兵的门槛都够不着，还敢在这儿冒充什么超越者？盖特的话越说越难听，直言内兹的魔力就是个战五渣，顶多跟森林里的懒虫地精一个水平，根本没资格碰这种高级货。他扯着嗓子大喊让纳兹赶紧滚下来，因为没有经过特殊的热身，普通人强行拔刀只有死路一条。可纳兹现在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他露出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觉得盖特这种凡夫俗子根本理解不了天才的孤独。他自诩为拯救世界的选召者，不仅不退缩，反而把手伸向了那团红光。就在盖特绝望的怒吼声中，纳兹终于触碰了那股足以毁灭他的竞技力量。盖特终究还是没能拦住，纳兹的手刚碰到法杖，那股竞技的力量就彻底炸开了。还没等奈兹反应过来，紫色的雷光瞬间缠绕全身，那种撕心裂肺的剧痛让他发出了凄厉的惨叫。狂暴的冲击波横扫四周，纳兹像个破麻袋一样被直接掀翻在地上，生死不明。盖特一边咒骂着这个疯子，一边带着莫里斯冲过去查看。这下事情真的闹大了，纳兹现在的样子惨不忍睹，整个人因为能量反噬彻底变了形。莫里斯在一旁看得直发懵，甚至怀疑这到底还是不是个精灵。盖特意识到情况不对，立刻对着莫里斯大喊：没时间在这儿耗了，必须马上带人撤离下山。谁能想到这所谓的黑魔法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诅咒，它会像复古之居一样全方位削弱你的体力和精神，直到把你彻底榨干为止。乌尔德林拿出了黑魔法的压箱底招式，今天要进行吞噬之物的抗性训练。这种法术不仅能封锁视觉和呼吸，最麻烦的是它敌我不分，一旦施展连队友都会被波及。斯万躲在队列里偷偷观察，发现那个疯子
教官不在附近，他总算能顺畅的喘口气了，甚至还巴望着对方干脆当个逃兵。随着乌尔德林的一声令下，训练正式拉开了序幕，所有人必须戴好面罩，强行进入那片致命的迷雾。斯万心里100个不乐意，觉得这种训练简直离谱到了极点，除非是法术被敌人反弹回来，否则谁会蠢到去吃自家的黑魔法？在暗精灵的潜规则里，法杖绝不能互相对准，因为谁都清楚被黑魔法误伤的滋味有多难受。可乌尔德林接下来的命令让所有人都傻眼了，他竟然要求大家摘下面罩，直接用肉身去硬扛那片迷雾。斯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种野蛮的训练方式，难道是想让人在痛苦中强行适应？迷雾中很快就炸了锅，受训生们开始剧烈的咳嗽呕吐，这种折磨根本不是常人能忍受的。就在这时，杰尼亚彻底失去了理智，他整张脸都因为痛苦而扭曲变形，像头野兽一样疯狂地冲向了乌尔德林。杰尼亚已经彻底崩溃了，但在乌尔德林眼里，这根本不算什么。他死死按住发疯的杰尼亚，甚至下达了一个更荒唐的命令。在这种连呼吸都困难的迷雾里，他竟然要求所有人大声唱军歌。一时间，咳嗽声和走调的歌声混在一起，场面诡异到了极点。斯万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他心里很清楚，那个正在指挥训练的混蛋，就是靠这种残忍手段才坐稳位置的。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优待，表现得越出色，反而会被这些疯子盯得越死。斯万开始怀疑自己真的能忍受这种日子吗？每天去伺候这些喜怒无常的变态，恐怕还没等出头，人就已经先被榨干了。这个战时拼凑出来的招募系统到处都是漏洞，可斯万没心思去管这些，他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从这该死的迷雾里走出去。虽然心里100个不情愿，但为了那点报酬和名誉，斯万只能硬着头皮忍下去。毕竟在这个乱世，除了咬牙坚持，他根本没有别的选择。他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只要能熬到晋升，就能摆脱那些讨厌的前辈，安安静静的参加训练，不用再受这种窝囊气。乌尔德林终于下令撤离，走出洞穴的那一刻，斯万感觉自己像是捡回了一条命。可还没等大家喘匀气，教官冷冰冰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休息5分钟，立刻前往下一个训练场。斯万自嘲地笑了笑，他不像别人那样有着什么复兴大陆或者家族复仇的大志向。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他只想当个合格的打工人，攒够了钱就赶紧退伍，平平安安的活下去比什么都强。斯万曾经听人说过，别轻易死掉，起码得活到500岁才算够本。可现实总是比理想残酷得多。就在他走神的时候，盖特背着一个人急匆匆跑过，那个猪混蛋终于被抓住了。乌尔德林也愣住了，他们能找到他吗？他为什么会变成那样？他死了吗？整个营地瞬间炸了锅。斯卡利慌慌张张地跑来报信，说现在医务室里连个医生的影子都没有。盖特气得破口大骂，每次到了救命的时候，这帮人就一个都指望不上，现在所有的压力全都压在了莫里斯这个缓冲者身上。莫里斯急得满头大汗，虽然他是缓冲者，但术业有专攻，增益魔法和救命的治疗完全是两码事。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乌尔德林身上，可对方却冷冰冰地回绝了。在乌尔德林看来，黑魔法只会让人更痛苦，拿来救一个快死的人简直是天方夜谭。眼看那兹就要撑不住了，乌尔德林只能让盖特再去圣水泉碰碰运气，哪怕只有1/1000的希望，现在也得死马当活马医。就在所有人乱成一团的时候，一直沉默的斯万突然站了出来，他面无表情地举起手报出了自己的编号。斯万盯着昏迷不醒的纳兹，语气平静的让人发毛。他说这件事他可以用黑魔法来解决。这话一出，盖特和乌尔德林都愣住了。用黑魔法救人，这在所有人看来简直是疯了才会有的念头。斯万一眼就看出了问题，纳兹背上缠着的那个黑影其实是一种叫蚜虫的寄生生物，这根本不是普通的伤，而是一种持续生效的诅咒。按照斯万的逻辑，既然这玩意儿本质上是个生物，那就能用黑魔法的简易效果去对付它。只要能削弱这只寄生虫，那兹就有救。乌尔德林听完脸都黑了，他觉得斯万简直是在胡说八道，对诅咒生物用黑魔法，这万一失手了，那兹怕是连命都要交代在这。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盖特突然大吼一声，他觉得斯万说的有道理，现在情况紧急，与其在这干等着看纳兹断气，不如放手一搏。盖特很清楚，现在已经没什么好损失的了。如果斯万的办法不管用，大不了再等那帮慢吞的治愈师。斯万没有废话，直接向乌尔德林伸出了手，借你的法杖用一下。乌尔德林最终还是交出了法杖。斯万深吸一口气，站在了纳兹身前，周围的气氛瞬间变得压抑起来。随着晦涩的咒语脱口而出，法杖顶端的宝石爆发出刺眼的紫色光芒，巨大的魔法阵在地面铺开，将纳兹整个人都笼罩在其中。黑魔法的力量开始强行介入，去撕扯那只寄生在背上的蚜虫。昏迷中的纳兹突然发出一声闷哼，身体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斯万终于停下了动作，黑魔法的效果立竿见影，纳兹背上的寄生虫被彻底清除，捡回一条命的纳兹已经完全变了副模样，身体诡异地膨胀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个陌生的怪物，甚至连呼吸声都变得让人脊背发凉。盖特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乌尔德林却表现得异常冷静，反而冷冷地给出了评价：他还有用。夜幕降临在荒凉的城墙外，一头狰狞的怪物躲在阴影里，发出低沉的嘶吼。就在这时，一辆马车趁着月色匆匆离去，车轮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宪兵的动作比预想中还要快。斯卡利还在担心纳兹的下场，那兹这次是真的彻底完了，不管是送去治病还是关进大牢，那家伙的军旅生涯
已经走到了头。那家伙一直活在 A 级超越者的幻梦里，即便出身贵族，这种认知崩塌的代价也太惨痛了。可还没等他们唏嘘完，麻烦就找上了门。莫里斯急匆匆地跑过来，打破了这片刻的宁静。他带来了一个让人不安的消息：莫里斯和盖特现在立刻要去军官室报道。盖特心里咯噔一下，这种时候被突然传唤，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军官室里的气氛完全变了味。盖特刚一进门，就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压迫感，所有人都在沉默，只有杰加那冷冰冰的声音在回荡。杰加正在给这次事故定性，在他眼里，那两个所谓的超越者不过是半吊子，因为能力和性格都不成熟，才会对优秀的纳兹产生嫉妒和危机感。这种自卑感让他们彻底失控，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竟然不顾危险强行提取武器，结果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纳兹坐在一旁一言不发，只是机械地吃着东西，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这场谈话远没有结束，杰加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在给接下来的清洗找借口。盖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结果杰加背过身去说那些士兵太不成熟，还装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口口声声说这全是他的错。这番话听着是在自责，实际上却是在把锅甩得干干净净。他甚至还大言不惭地宣布要对那两个已经毁掉的士兵进行严惩。盖特死死盯着他的背影，心里那股火再也压不住了。这种虚伪到极点的嘴脸让他感到一阵恶心。莫里斯刚想开口辩解，就被默哀一嗓子吼了回去。这老兵根本不给说话的机会，张口就是一顿臭骂。就在这时，瑞贝卡在一旁唱起了白脸，他语气平淡却字字都在给两人施压，说原本挺看好他们，现在却让人太失望了。他甚至还摆出一副大度的样子，劝他们赶紧认错，只要以后乖乖听话，自己可以既往不咎。莫里斯还想争辩，却被盖特一把拦住。谁也没想到，盖特竟然主动站了出来，承认是自己指挥鲁莽，把所有的锅都揽在了身上。瑞贝卡顺势就开始借题发挥，指着盖特让其他人好好学学，说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承认错误。可旁边的守卫并不买账，觉得这事闹得太大，光口头认个错肯定不行，必须得有个交代。瑞贝卡听完冷笑一声，说罚他们全副武装去跑圈，紧接着话锋一转，提醒守卫别忘了对方的身份，这可是高人一等的超越者，真要是跑出个好歹来，这后果恐怕谁也担待不起。瑞贝卡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他盯着眼前的守卫，语气冰冷地问他的职级，甚至直接问他是不是想死。守卫被这股气势压得不敢抬头，瑞贝卡却突然笑了起来，开始拉家常一样提起守卫的上司，说昨天还跟对方一起洗过澡。这哪里是聊天，分明是在赤裸裸的威胁。守卫这下彻底怂了，只能点头哈腰的连声称是。临走前，守卫还想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让瑞贝卡回去记得报备处罚结果。瑞贝卡笑着答应了。默哀还在感叹，多亏了瑞贝卡出面才平息了麻烦。可谁也没注意到，瑞贝卡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只剩下一片让人胆寒的阴冷。瑞贝卡一边写着处理结果，一边头也不抬地吩咐默哀，让他待会儿单独过来见自己。显然有些话不方便当众说出口。杰加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说他们两个这次运气不错。盖特看着手里的处分单，心里一阵无语，这种所谓的惩罚简直就是儿戏。莫里斯忍不住抱怨这地方太离谱，盖特在一旁早就看开了，他劝莫里斯别太当回事，在这种地方这种事件多了也就习惯了。画面一转，外面的雨下得正大，斯万正冒雨核对着登记编号。训练场上整天喊杀声不断，5周的时间一晃而过，斯万已经完全融入了这种没完没了的操练生活。他现在不仅业务能力出众，连刷个靴子都能刷得反光。面对同伴的吹捧和求助，他头也不抬的直接拒绝。虽然嘴上说着日子太无聊，但斯万的表现全被教官看在眼里，甚至连那种决定前途的秘密面谈，也只有他和杰尼亚有资格参加。在别人眼里，他已经是这批受训生里的尖子，和周围人的关系也处得不错。可斯万心里很清楚，这种按部就班的日子根本不是他想要的，甚至还有一件事让他至今都无法适应。斯万最受不了的就是眼前这个邋遢的家伙，看着那姿这腐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他心里一阵火大，后悔当初真该让他自生自灭。就在这时，杰加把中期评估的成绩单直接贴在了墙上，让所有受训生自己过来看。斯万本以为第1名肯定是志在必得，可当大家看清名单上的排名时，整个现场瞬间炸开了锅。谁也没想到，那个被所有人瞧不起的纳兹居然排在第3名，紧跟在斯万和杰尼亚后面。大家面面相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整天只知道混日子的吊车尾，到底凭什么能拿这么高分？杰加竟然亲自上手帮纳兹调整那身沉重的铠甲，还一脸关切地问他穿起来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纳兹倒是一点不领情，一边享受着特殊照顾，一边还嘟囔着铠甲太重，这付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样子，让旁边的斯万彻底看清了真相。原来那兹这个吊车尾之所以能拿到那么高的分数，全靠杰加在背后撑腰，这马屁拍的简直不要太明显。斯万心里一阵恶寒，这种明目张胆的偏袒，难道是想把这个废物一路保送到超凡者的位置？这简直太荒唐了！如果这种事真的发生了，那这地方可就彻底没救了。莫里斯看着手里的成绩单，整个人都懵了，这分数给的简直离谱，每个项目竟然全是最高分。
盖特在一旁冷冷的揭穿，这全是杰家那个混蛋干的好事。为了保住那个连武器都拿不稳的废物，他竟然明目张胆的在成绩上注水。在中央旅团这种地方，分数就是留下的唯一指望。杰家这是想靠这种虚假的荣誉来掩盖内兹是个失败者的事实。莫里斯越想越觉得后怕，要是让这种人留在单位里，以后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乱子，甚至连脾气火爆的乌尔德林恐怕都得被这摊烂事给卷进来。可面对这种黑幕，盖特却表现得异常冷静。在他看来，只要不对某些人抱有期待，就永远不会感到失望。看着盖特那副看透一切的样子，莫里斯只能无奈的叹气。杰家现在的所作所为，真是让人恶心到没眼看。纳兹现在是越来越过分了，仗着有杰家撑腰，竟然还挑剔起喝的水来，开口就要什么依云圣水。杰家也是真奢的使唤人，一看水缸空了，二话不说就点名斯万和杰尼亚，让这两个精英去干打水的苦力活。可奇怪的是，明明是个空水缸，斯万却觉得重得像座山，每走一步都费劲的要命。杰尼亚也在一旁抱怨，这种重活本该让巨人族去干。看着斯万那副吃力的样子，他甚至想主动换个位置。斯万最后实在撑不住了，直接把水缸往地上一搁，这活儿干得简直莫名其妙，一个空缸怎么可能沉成这样？斯万看着墙上挂着的英雄像，忍不住开启了毒舌模式，指着其中一张画疯狂吐槽，说这家伙长得也太丑了，简直是按精灵将军里的颜值地板。一旁的杰尼亚听得脸色发僵，只能尴尬的顺着话说，长成这样大概是为了吓跑恶魔吧。可斯万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然在那儿评头论足，直到杰尼亚低声说了一句那是我爸，空气瞬间凝固了。斯万的求生欲瞬间拉满，立马改口说刚才没看清，现在仔细一看，这长相简直充满了男人味，连头骨的形状都长得非常完美。不过斯万心里也泛起了嘀咕，既然杰尼亚的父亲是3星将军，这种顶级的将门之后，为什么要跑到这种鬼地方来受罪？杰尼亚这番话说的正义凛然，觉得自己身为名将之后为国效力，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天性。斯万现在心态彻底崩了，期中评价第1名也就算了，背景竟然还这么硬，这地方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全是这种惹不起的关系户？杰尼亚突然开口询问斯万关于未来的去向，他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斯万已经想好了后路，他打算先去挑战最难的提取工作，要是实在不行，就老老实实留在中央旅待命。杰尼亚的想法也差不多，反正他有个当将军的亲爹，大不了就回自家的部队。斯万听着这些话，心里只有说不出的滋味。可奇怪的是，明明杰尼亚才是第2名，咨询室却先叫了奈兹的名字。斯万一听就火了，那个死肥猪到底又在搞什么名堂？此时的帐篷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负责记录的斯卡利都听傻了，他拿着文件反复确认，这可不是买衣服能随便退换，一旦盖了章，纳兹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了。斯卡利看着纳兹选的那些项目，心里忍不住犯嘀咕，这家伙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怪癖？每次面临人生抉择的时候，总能精准的选出那个最离谱的。纳兹倒是表现得一脸震惊，强调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结果。杰家听了只想笑，他觉得纳兹肯定是在装模作样，最后还不是得靠关系去乌尔德林那儿。杰家甚至已经开始盘算，等纳兹调职过去之后，自己能从中捞到多少好处。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纳兹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笑不出来了。纳兹当众宣布，他确实要留在中央旅，但不是去当什么文职或者后勤，而是要正式申请骑士的职位。这话一出，全场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一个身材矮胖的老年地精，竟然想要穿上铠甲去当骑士，这简直是疯了。杰家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杰家刚想开口拦住这个疯子，毕竟这种跨种族的先例从来没有过。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旁边的默爱竟然带头鼓起掌来，直夸这是一个绝佳的选择。在他看来，种族从来不该是限制天赋的枷锁。纳兹的调令终于下来了，可莫里斯看了一眼就彻底懵了，他急忙转身质问盖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盖特一句话也没解释，只是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莫里斯看着手里的分配名单，13号受训生竟然要去3号营房，莫里斯完全搞不懂这个安排。3号营房在军中可是出了名的禁地，盖特却在背后冷冷地回了一句，让他自己走着瞧。盖特心里很清楚，杰家肯定又在私下搞小动作，他收了那资父母不少好处，现在这笔钱已经多到让他根本没法吐出来的地步。为了掩盖这场肮脏的交易，杰家甚至当众吹嘘纳兹是天才，这下他算是彻底把自己架起来了，想反悔都找不到台阶下。而那个13号纳兹本质上就是个极度渴望关注的疯子，一旦他那个当英雄的梦被戳破，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答案显而易见，他会像溺水的人抓住稻草一样，去投靠那个唯一愿意关注他的人，根本不需要费多大力气。盖特只需要在背后轻轻推一把，这个老地精就会乖乖掉进陷阱，成为他手里最听话的棋子。当初盖特夸纳兹适合穿制服，所有人都以为那是句客套话，直到现在莫里斯才反应过来，那根本不是什么赞美，而是一个精心挖掘的深坑。他这是要把一个被淘汰的刑讯官当成垃圾一样直接甩给他的死对头杰家。这个所谓的杰家计划，表面上是在提拔新人，实际上却是他亲手给自己挖的坑。时间回到几分钟前，乌尔德林看着手里的名单，整个人都愣住了。这个叫奈茨的家伙居然是这次考核的第1名。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杰家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身后。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在乌尔德林脑海中炸开，这哪里是什么精英，分明是个
只会躲在后面享清福，还得让人背着走的累赘。要是真把这家伙分到自己手下，那以后的日子就彻底完蛋了。他刚想开口找杰加理论，却被对方一个眼神给瞪了回来。杰加冷冷地问：“你是对这个结果不满意，还是觉得自己没本事带新人？”乌尔德林简直不敢相信，那个不可一世的家伙竟然真的被打成这副惨样。画面转回现在，谁能想到当初那个看起来像猪一样的家伙，居然敢申请骑士的职位？莫爱在一旁冷笑着说：“这胆子确实够大，不过也算开了个好头。”乌尔德林开始阴阳怪气了，他说：“杰加真是大公无私，为了打破种族隔阂，竟然亲手提拔了内兹这种货色。”莫爱听得哈哈大笑，还感慨说：“真诚果然能打动上头。”这下杰加彻底坐不住了，刚想开口辩解几句，乌尔德林反手就是一个大坑，问他反应这么大，是不是私下收了什么好处，还是偷偷改了考核分数？这一顶大帽子扣下来，杰加就算气得想杀人，在长官面前也只能憋着。这哑巴亏他是吃定了。谁能想到这一切的幕后黑手竟然就是盖特？他看着眼前的残局，心里很清楚，这事儿还没完，他手里还攥着最后一张底牌。就连旁边的莫里斯都看怕了，他开始意识到盖特才是那个真正的恶魔。夜色降临，没人知道盖特的下一步在哪，因为他永远比所有人领先半步。深夜的急行军开始了，所有人都要背着沉重的原木，在林子里死命往前赶。杰尼亚显然已经累糊涂了，路边掉个流星锤，他还以为捡到了什么宝贝，顺手就塞进了怀里。盖特在前面大声吼着，翻过这道山梁，这次地狱训练就彻底结束了。斯万现在全凭意志力在死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绝对不能倒下，只要能活着走完这段路，他们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去往真正的战场。全副武装的长途行军终于结束，新兵们嘶吼着冲回营地。为期6周的地狱训练到这一刻总算画上了句号，但真正的重头戏才刚开始，那就是神圣的拔法杖仪式。所有人整齐列队，等待着那个决定命运的时刻。莫里斯小声问盖特：“这次技术是从盖特那儿重新开始吗？”盖特摇了摇头，如果算上以前那些失败的教训，这已经是第100多次尝试了。按照经文里的预言，只要到了第10次，一切就该彻底结束了。台上的营长开始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这些苦难都是传统，但没人知道这次仪式到底能不能打破那个诅咒。瑞贝卡站在高处冷冷地宣布，最后的拔法杖仪式正式开始。这一刻，所有学徒的神经都绷到了极限。盖特在台下大声点名，这一届几百号人里竟然只有2个合格者，那就是杰尼亚和斯万。全场一片哗然，谁也没想到竞争会这么残酷。杰尼亚和斯万顶着压力走上前，脚下的阵法瞬间燃起紫色的火焰。瑞贝卡盯着台下的杰尼亚说：“既然你是毕业排名第2，那就由你先来拔法杖吧，能不能改变命运就看这一把了。”杰尼亚在心里对斯万说了声抱歉，因为他决定要做那个唯一的超越者。在绝对的肌肉面前，什么传说和规则通通一文不值。他全身的肌肉瞬间暴涨，整个人变得像食人魔一样恐怖。斯卡利在旁边都看傻了，这哪还是个女兵，简直就是一个怪物。她竟然打算用蛮力硬生生把法杖拔出来。斯万愣在原地，甚至开始怀疑这难道就是基因的力量。杰尼亚猛地握住法杖柄，摆出了相扑死鱼眼的架势，这一力拔山河的气势让整个地面都开始颤抖。杰尼亚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咆哮，那表情狰狞的像要吃人一样，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创造奇迹了，结果憋了半天，那把法杖竟然纹丝不动。他尴尬地转过头问：“谁能借我把镐头或者铲子？”盖特在台下脸都丢光了，大骂让他这个白痴赶紧滚下来。瑞贝卡庄严地宣布，下一位本届训练营的第1名斯万。全场的目光瞬间集中在斯万身上，瑞贝卡挥动羽翼，大声命令：“以经文之名拔出这把超越之法杖吧！”斯万站在那把超越之法杖前，全场安静的连针掉地上都能听见。他深吸一口气，双手死死握住了法杖柄。他感觉到一股力量在松动，心里一阵狂喜，觉得这把法杖马上就要属于自己了。他猛地发力，大喊一声：“拔！”可下一秒，斯万整个人都僵住了。无论他怎么使劲，那把法杖就像焊死在石头里一样，根本纹丝不动。台下的议论声瞬间炸开了锅，连第1名的斯万都失败了。难道一直以来信奉的经文，竟然在今天出错了？斯万彻底陷入了混乱。他明明算好了一切，可结果却让他当众出丑。难道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斯万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极限，既然拔不出来，干脆放弃反而更轻松。可就在他准备松手的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他的手就像被焊死在法杖柄上一样，无论怎么用力都根本放不开。斯万彻底慌了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股恐怖的红色气息瞬间冲天而起，整片大地都被这股血色吞没。斯万被困在红光中心，完全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台下的观众都被这一幕吓傻了，原本死气沉沉的法杖竟然散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杀气，这根本不是在拔法杖，倒像是这把法杖在吞噬斯万。盖特和莫里斯都看傻了，谁能想到斯万竟然惊动了传说中的红云之灵？那巨大的红色面孔正死死盯着这个不知所措的女孩。红云之灵开口就是一顿毒舌，他嘲讽斯万根本没有野心，虽然天赋极高，却把大把的时间都浪费在看那些烂俗的言情小说上。他甚至把斯万的私生活翻了个底朝天，说他周末就像个酒鬼，一个人在游戏厅打发时间，最后再满身酒气的坐早班车回家。斯万被说的老脸一红，当场彻底破防了。他歇斯底里的大喊：“别说了，那都是我100岁以前的事了，
红云之灵像是看穿了一切，他冷笑着说：“既然你这么没出息，那这把法杖就交给你了。”他觉得斯万这种宅女比那些野心勃勃的家伙顺眼多了。虽然这把魔法杖会腐蚀人心，但对于一个只想躺平看小说的人来说，根本构不成威胁。就这样，传说中的神兵赤红漏正式选择了斯万作为主人，全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转折惊呆了。可斯万拿到法杖后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激动，而是气鼓鼓的大声反驳：“你可以把法杖给我，但绝对不能说我追的小说是烂俗文学。”斯万这一嗓子吼得惊天动地，他大喊着那是文学，为了维护心爱的小说，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气势。台下的盖特和瑞贝卡都听傻了，全场一片死寂，大家面面相觑，完全搞不懂这姑娘在发什么疯，什么再婚，什么文学。那把困扰了无数强者的魔法杖，竟然真的被斯万拔了出来。斯万自己也愣在原地，看着手里的神兵，一脸懵逼。谁能想到，正因为他心思单纯，完全没有那些称王称霸的野心，反而阴差阳错的得到了魔法杖的认可。这一刻，系统判定正式下达，暗黑法师斯万超越者身份确认。他手里握着的正是传说中的十界之法杖赤红漏。第一位女性超越者的诞生，并没有让所有人感到高兴，反而让某些人的心里变得非常不是滋味。女人冷冷地看着台下的欢呼，在她眼里，这群人不过是在瞎激动。她转头盯着斯万，语气里全是威胁：“既然你没那个本事，却拿了3倍的工资，那就要做好准备，承受3倍的毒打。”台下的杰尼亚也陷入了沉思，他看着远处的盖特，不得不承认，那个男人的眼光确实毒辣，竟然真的让斯万觉醒了。可就在这时，杰尼亚突然停住了，他猛地看向远方的山脉，那里似乎传来了某种让人不安的动静。杰尼亚突然定住了，一股极度不祥的杀气正从远处的山谷席卷而来。原本平静的森林瞬间被诡异的紫烟笼罩，有什么恐怖的东西正穿过树影疯狂逼近。这下麻烦大了，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成群结队的狰狞怪物，他们长着弯角和利爪，正死死盯着这边的猎物。结业典礼总算结束了，斯万本以为能松一口气，可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好像这只是个开始。就在这时，杰尼亚突然从背后冒了出来，语气里全是藏不住的慌张。他说刚才在山顶上亲眼看到大批怪物正在集结，为了不破坏典礼的气氛，他一直憋到现在才敢开口。接着他递过来一个东西，让斯万立刻转交给盖特。斯万盯着手里这个带刺的小球，怎么看都像个普通的弹力球，可杰尼亚却一脸严肃，非说这是个不祥的预兆。交代完这件怪事，杰尼亚突然像变了个人，猛地冲上来给了斯万一个熊抱，嘴里还念叨着这6周的战友情。还没等斯万反应过来，他就潇洒的挥挥手转身离开，只留下一个远去的背影。周围到处都是抱头痛哭的士兵，谁能想到这群平日里只会打架的糙汉，离别时竟然这么感性。离别的马车已经发动，到处都是同期声告别的喊声。斯万抱招法杖，默默看着，心里很清楚这辈子恐怕都不会再见了。可斯卡利却一脸不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太娇气，刚训练完就只想着休假唱歌。想当年他们当新兵的时候，连休假制度是什么都不知道。结果莫里斯这个没眼力见的还凑过去显摆，说自己休假时连着吃了5天大餐。盖特听得直扶额，这小子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原本挺严肃的离别气氛全被他给搅和了。斯万换上了新发的制服，但这衣服又硬又紧勒得他浑身不自在。他握紧法杖，低声立誓，从这一刻起，他和这根法杖就要生死与共了。可刚走出帐篷，莫里斯塞给他一本厚厚的手册，这里面记满了前辈的编号，还有各种杂七杂八的规矩。斯万看得头都大了，这哪是当兵，简直比背书还难。莫里斯还特意交代，这里的密码每天都要更新，必须趁没人的时候赶紧背熟，尤其是那个叫杰家的高层，脾气古怪的很，要是被他抓到把柄，那日子可就难过了。莫里斯临走前特意叮嘱，让斯万趁着等人的功夫，赶紧把手册上的内容背熟，还得时刻带好通讯器。斯万看着密密麻麻的文字，心里一点都不慌，毕竟死记硬背这种事可是他的拿手好戏。可还没等他翻开几页，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闷响，震得连墙皮都在抖。斯万疑惑地抬起头，正好撞见盖特在外面练剑。只见他双手抡起那把巨剑，使出一招烈焰斩，这一剑下去，仿佛连空气都要被劈开。看着盖特在外面卖力练剑，斯万心里满是不屑，这种只靠蛮力的粗糙招式，到了实战中真的能派上用场吗？他突然想起一件更重要的事，看着手里的新兵手册，乌尔德林忍不住露出了坏笑。既然那个家伙那么聪明，干脆把手头的工作全甩给他好了，反正这种脏活累活最适合他那种自以为是的家伙。他特意绕路经过3号营房，听着里面为了洗衣服的小事吵翻天。乌尔德林心里别提多得意了，这种没用的废物就该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乌尔德林正美滋滋地哼着小曲，觉得自己的军旅生活总算熬出头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背后突然传来一声冷冰冰的招呼。回头一看，竟然是那2个出了名的狠角色，西方蛇眼杰拉和南方肌肉脑阿森。这2个高阶士兵可不是好惹的，刚才还在新人面前威风八面的乌尔德林，现在瞬间就蔫了，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乖乖站在原地听候发落。杰拉阴阳怪气地凑了过来，问他到底遇上什么好事了，笑得这么灿烂。这下乌尔德林彻底笑不出来了。阿森越想越觉得窝火，那些没资历的混蛋居然抢先带了新兵，这明摆着是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他直接给乌尔德林下了死命令，要把那个叫盖特的新兵立刻带到娱乐大厅去。
乌尔德林心里100个不乐意，觉得杰拉就是趁着精英们休假，才在这儿拿着鸡毛当令箭。他刚想拿新兵保护期当借口推脱，结果杰拉根本不吃这一套，嫌他说话味儿。阿森反手就是一记重击，直接把乌尔德林扇倒在地。在绝对的武力压制面前，乌尔德林只能卑微的求饶，连滚带爬的跑去抓人。刚挨完揍的乌尔德林垂头丧气，觉得自己这日子过得真是倒霉透了。他走到帐篷前，把正在里面发呆的斯万叫了出来。不愧是评级最高的新兵，斯万这反应速度确实没话说，甚至还一本正经的表示，只要是长官的命令，让他抽烟都行。乌尔德林听完直接无语了，吐着烟圈告诫他千万别学这玩意。斯万表面上唯唯诺诺，心里却在疯狂吐槽这个白痴长官。乌尔德林无奈的透了个底，说那些高阶士兵正在召唤他们。斯万一脸疑惑，心想你不也是高阶士兵吗？乌尔德林叹了口气，虽然名义上等级一样，但谁让自己资历比人家浅呢？在这鬼地方差一个批次就是天差地别。乌尔德林一脸后怕的告诫斯万，说那些男兵顶多是找点麻烦，可要是落在那些女魔头手里，绝对会被折磨得生不如死。想要在这里活下去，就要学会卑躬屈膝，彻底放下尊严。斯万沉默了半晌，最终也只能乖乖点头认命。另一边，盖特正翻开一本厚重的图鉴，上面详细记录着各种诡异的恶魔。斯万找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一个奇怪的物件。他说这是29号新兵杰尼亚捡到的，特意让他转交给盖特。看着图鉴上关于蠕动之眼的记载，盖特意识到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盖特盯着手里那个逐渐变紫的怪球，意识到这下彻底完蛋了。根据图鉴上的记录，这种名为蠕动之眼的怪物一旦变色，就意味着他们的侦查已经结束，大规模入侵马上就要开始。盖特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极其严肃。他命令莫里斯立刻准备战斗，并询问值班军官到底在哪。莫里斯被这突如其来的命令吓懵了，他支支吾吾地回答：“今天值班的应该是莫艾军士长，但他已经消失好半天了。”盖特暗骂一声，顾不上解释就往回冲。莫里斯在后面喊都喊不住，现在的局面简直是一团糟。值班军官失踪，精锐部队全在休假，整个营地的指挥系统已经彻底瘫痪。盖特突然意识到一个更恐怖的问题，既然那些大人物都不在，现在这里等级最高、最有话语权的就是那2个性格最恶劣的女人。果然，斯万已经被他们堵在了角落。杰拉一脸阴沉地盯着他，问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谁。斯万吓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他当然知道这2个人的来头，杰拉和阿森，363批次的资深高阶士兵，在这一带是出了名的难对付。落到他们手里，斯万这下真的麻烦了。杰拉一眼就看穿了斯万的底细，知道他是今天刚报道的新兵。斯万吓得立刻立正敬礼，扯着嗓子大声汇报自己的番号，生怕慢了1秒就会惹来大麻烦。哪怕斯万表现得极其顺从，连当天的口令都背得一字不差，杰拉的眼神里依然写满了恶意。一旁的阿森冷冷地盯着这一幕，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就在斯万以为能蒙混过关时，阿森突然伸手死死揪住他的头发。杰拉语气阴森地嘲讽他的发型太乱，还说这种长度的裙子根本不该出现在新兵身上，羞辱还在继续。杰拉在一旁冷嘲热讽，问斯万这种脑子是怎么混进军队的。就在这时，大门被猛地撞开，盖特拿着那个发紫的怪球冲了进来。他扯着嗓子大喊：“这是蠕动之眼，现在还没完全变色，我们还有最后一点黄金时间去阻止入侵。”斯万愣住了，他没想到盖特会这时候出现。可杰拉的反应更让人心寒，他根本不在乎什么嫡系，只觉得盖特这个下级士兵竟敢在自己教训新人的时候闯进来。阿森反手就是一记重拳，直接把盖特重得掀翻在地。他眼神阴冷地盯着倒地的盖特，责怪他随随便便就敢闯进来喷粪。一旁的杰拉总算开了口，让阿森先停手听听看，毕竟盖特的样子看起来确实很急。阿森也凑了过来，想知道到底出了什么天大的事。盖特还在低头解释，说这颗蠕动之眼一旦完全变紫，后果将不堪设想。可面前这2个女人根本没在听，她们凑在一起交头接耳，甚至发出了刺耳的笑声。杰拉故意装作听不见，挑衅的让盖特大声点，说盖特升到中级之后就开始不务正业，竟然为了救个新兵妹子在这演戏。阿森毫无征兆的突然暴起，对准盖特就是一记重踢，这一脚力道极大，直接把盖特整个人踹飞了出去。在这些疯子眼里，人命关天的情报根本比不上他们的乐子。杰拉像打发叫花子一样嘲讽盖特刚才的举动挺酷的，接着命令他滚回营房倒垃圾，甚至还戏谑的叫他王子殿下。盖特心里凉了大半截，从军官到高级士兵，全是一群不可理喻的疯子。更让人绝望的是，连老兵盖特都在军营里喝得烂醉，睡梦中还在骂骂咧咧。明明危险信号已经这么明显了，这帮人竟然还能表现得如此放松。盖特死死盯着手里的蠕动之眼，时间真的不多了。可现在没人愿意相信他，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局面滑向深渊。此时的城墙哨所，守卫们正打着哈欠等换班，嘴里还抱怨着日子太无聊。城墙上的守卫闲得发慌，矮个子士兵正缠着同伴讲笑话解闷，高个子想拿前女友的事凑数，结果被当场拆穿，说这故事上次就听过了。矮个子还不死心，非要听个恐怖故事刺激一下。高个子沉默了片刻，突然指着矮个子的身后，声音颤抖着说：“在你身后。”矮个子听完直接放声大笑，觉得这演技简直烂透了。他一边笑一边吐槽同伴：“这种老掉牙的吓人招数谁会当真啊？
可他根本没发现，就在他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一个巨大的黑影已经悄无声息地爬上了城墙。那怪物正张着血盆大口，死死盯着他的后脑勺。百年的战火好不容易熄灭，血迹干涸，武器也被丢弃在荒野，所有人都以为和平真的来了。联邦早就忘了当年的誓言，就连默爱这种老将也只顾着在军营里买醉，他们根本不知道这虚假的平静马上就要被彻底撕碎了。联邦内部早就烂透了，不管是高官还是新兵，逃跑和失踪的人数多到离谱。所谓的黑色屏障，这道隔绝魔族的最后防线，在怪物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被轻而易举的突破了。号角吹响，刺耳的警报声传遍军营，但这根本挡不住已经过境的怪物。士兵看着眼前的惨状，完全不敢相信，这道守了100年的墙竟然就这么塌了。魔族已经爬上了城墙，死亡的味道扑面而来，这下谁也跑不掉了。怪物就这样蹲在城墙上，俯视着下面这群蝼蚁，这种级别的压迫感，普通人根本承受不住。很多新兵是第一次见到魔族，还没等开打，胃里就开始翻江倒海，直接瘫在地上吐了出来。这只叫沃格尔的怪物，在魔族里也是个狠角色，他散发出的那种杀气，让周围的空气都像凝固了一样。士兵们握着武器的手都在抖，嘴里喊着别过来，但这除了暴露恐惧没有任何意义。怪物根本没打算给他们机会，利爪猛地挥下，防线瞬间就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惨剧正式开始了。这根本不是战斗，而是一场一边倒的屠杀。普通士兵在魔族面前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眼看怪物就要下死手，瘫在地的士兵已经彻底绝望，只能发出无力的呻吟。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盖特终于动了，他死死盯着眼前的怪物，愤怒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他猛地跃向半空，红白大剑在月光下划出一道寒芒，这一击带着排山倒海的气势直劈而下。这一剑势不可挡，直接在怪物的脑门上开了瓢。刚才还不可一世的魔族，此刻只能发出凄厉的惨叫，鲜血四处喷溅。盖特顺着冲击力稳稳落地，脚下的石砖瞬间崩裂，但他连晃都没晃一下。他低声自语，这不是幻觉，眼前的杀戮和手里的重量全都是真实的。盖特握紧了手里的大剑，他终于意识到这不是什么演习，而是实战，是动真格的了。城墙上已经乱成了一团，乌尔德林一边狂奔一边尖叫，他怎么也没想到，传说中的魔族竟然真的出现了。就在这混乱中，斯卡利带着弓箭手迅速就位，他们死死盯着下方的怪物，随时准备发动远程支援。但这只怪物的体型大得让人感到窒息，它就那样横在城墙中央，像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莫里斯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斯万已经快要站不住了，面对这种级别的怪物，恐惧根本藏不住，连手里的法杖都在跟着颤火。莫里斯环顾四周，发现除了乌尔德林，其他的指挥官竟然全都不见了。这仗还没打，指挥系统就先瘫痪了。盖特强撑着站了出来，他告诉莫里斯，现在是紧急时刻，别管什么报告了，先活下来再说。就在大家手忙脚乱的时候，乌尔德林发现莫里斯状态不对，赶紧催他戴上防毒面罩，因为空气里的味道越来越诡异。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刚才那一剑根本没杀掉怪物，他正在完成最后的蜕皮，这才是他最致命的形态。一旦蜕皮完成，这里将变成真正的地狱。这只怪物最阴损的地方，根本不是它的爪子有多利，而是它身上流出来的那些粘液。这东西叫沼泽，只要这些粘液渗进土里，整片大地就会被彻底污染，变成魔族的领地，活人根本没法在上面待着。眼看防线就要守不住了，乌尔德林想强行发动禁咒，斯万却被吓得一动不动。乌尔德林大骂他是不是疯了。就在这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后方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轮到我介入了吗？斯卡利在城墙上急得大喊，让前面的那兹赶紧别挡道，现在的局面多耽误1秒都是在等死。那兹还想逞英雄，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怪物像拍苍蝇一样直接给拍飞了。看着这一幕，斯万心里难受的要命，他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废物，连那种普通士兵都敢冲上去拼命，可他这个所谓的超越者，现在却连一步都挪不动。他死死握住手里的法杖，不停地问自己到底算个什么东西。所有人都被这怪物吓退了，只有盖特还稳稳地站着。他心里很清楚，这种怪物并不是无敌的，只要在那些粘液硬化之前直接干掉它的本体，所谓的沼泽就会跟着一起消失。盖特死死盯着怪物的关节，他才刚刚完成蜕皮，那里的角质层还没长结实，这就是他唯一的死穴。趁他病要他命，盖特猛地抡起大剑，盖特一眼锁定了怪物的死穴，就在脖子后面那层薄薄的关节膜上，只要这一剑劈下去，就能直接送他回老家。他使出全身力气猛地一斩，本以为能一剑两断，可结果谁都没猜到，这怪物竟然在最后关头挡住了。盖特愣了一下，这东西难道进化出智慧了？不，这根本不是什么战术，这是最原始的求生本能，哪怕没有脑子，他的身体也会拼了命地去护住最脆弱的地方。盖特现在压力大得惊人，他心里很清楚，只要再多一个高级剑士配合，这怪物早就被大卸八块了。可那些所谓的精英，关键时刻全都在掉链子，要么临阵脱逃，要么只关心自己的靴子亮不亮。就在盖特快要顶不住的时候，乌尔德林终于出手了，他用黑魔法死死缠住了怪物，还冷笑着嘲讽这东西只是个虚胖的废物。看到怪物被锁死，周围的士兵都以为赢定了，一个个兴奋的等着下达总攻指令。可乌尔德林还没来得及得意，他突然发现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现在乌尔德林就是全场的最高统帅，他很清楚这是干掉怪物的最好机会，绝对不能手软。
他直接下达了总攻令，让所有人把压箱底的本事全使出来，对着怪物进行无差别轰炸。莫里斯立刻带人施展大范围增益，蓝色的魔法光芒瞬间笼罩全场，士兵们的战斗力直接翻倍。斯卡利带着弓箭手疯狂输出，密集的箭雨像蝗虫一样把怪物死定在城墙上。看着怪物已经动弹不得，乌尔德林举起法杖，准备亲手给这场战斗画上句号。谁能想到乌尔德林的终极束缚魔法竟然连几秒钟都没撑住，那怪物发了疯一样挣扎，锁链眼看就要彻底崩断了。乌尔德林这下心态全崩了，他一边拼命维持魔法，一边冲着盖特疯狂大喊，让他赶紧动手。可盖特就像没听见一样，哪怕怪物已经快扑到脸上了，他还是稳如泰山的握着大剑，浑身散发着骇人的金光。他在等一个绝对不能失手的瞬间，因为他很清楚，如果这一剑劈歪了，所有人今天都得交代在这儿。乌尔德林急得嗓子都哑了，眼看那怪物就要彻底挣脱束缚，盖特终于动了。乌尔德林嗓子都快喊哑了。就在怪物彻底挣脱锁链的一瞬间，他发出了最后的嘶吼，让盖特赶紧动手。这一秒，盖特终于不再等待，他整个人化做一道残影，手中的红白大剑带着排山倒海的气势，直接劈向了怪物的要害。这一剑他已经堵上了全部，他发誓要在这里彻底了结这个噩梦。周围的士兵全都看傻了，谁也没想到盖特的爆发力竟然这么恐怖。这一剑快到离谱，所有人只看到一道白光闪过，怪物的脑袋就直接飞上了天，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来。斯卡利和莫里斯全看傻了，他们甚至没看清盖特是怎么出手的。这种级别的战斗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盖特站在月光下，身上满是怪物的血迹，但他连气都没喘一下，仿佛刚才只是随手拍死了一只苍蝇。魔族渗透者就这么被秒杀了，所有人都以为结束了，城墙上一片死寂，大家都觉得总算能松口气了。可谁能想到他们都高兴得太早了。就在那一瞬间，怪物的眼球突然猛地睁开，里面透出一股让人脊背发凉的凶光，紧接着整座山头都开始剧烈颤抖。那个本该死透的怪物，身体竟然像吹气球一样疯狂膨胀，肌肉撑破了皮肤，头顶甚至长出了巨大的魔角。这怪物的真身终于现形了，他发出的低吼声让周围的空气都跟着一起颤抖，那双紫色的眼睛里全是毁灭一切的疯狂。谁能想到这家伙的真实身份竟然是传说中的白体魔族格罗坦。深夜的白灵要塞，一封神秘信件打破了死寂。瑞贝卡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竟然有人敢越级上报。写信的人正是盖特，他在信里交代得清清楚楚，魔族的大规模入侵就在眼前，而高层战力却全都不在位。瑞贝卡起初还没当回事，可越往下看他的神色就越不对劲。信里提到的证据足以让整个联邦彻底炸锅，这下麻烦大了。盖特送来的根本不是什么情报，而是一个足以毁灭要塞的真相。瑞贝卡火急火燎地冲向总部，这种级别的紧急情况1秒钟都耽误不起。可当他推开会议室大门时，却发现气氛诡异的吓人。几位高层早就聚齐了，他们围坐在水晶球旁，仿佛就在等他出现。瑞贝卡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眼前的景象定住了。桌上的水晶球正散发着异样光芒，通讯信号完全乱了套，这下全对上了。原来出大事的不只是边境，连总部的核心通讯也已经被人动了手脚。原本以为水晶塔指是寿命到头了，可高层盯着那些消失的残影，才意识到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如果盖特信里说的都是真的，那魔族的渗透早在昨天就开始了。高层翻看着那本所谓的魔族图鉴，以前总觉得那是疯子的胡言乱语，可现在水晶球里的画面把所有的证据都甩在了他脸上，连那些超越者都无法否认。局势已经崩到了极点，防线被毁，诡异的沼泽已经蔓延到了城墙根，再等下去就是坐以待毙。高层猛地抬起头，语气变得异常果断，传我的命令，全军立刻出击。可他心里很清楚，现在正处于敏感的黑屏期，这一步迈出去，到底是平息动乱还是彻底点燃战火？男人当场就炸了，他指着高层的鼻子破口大骂，说这种时候谈什么挑衅？魔族根本就是一群害虫，害虫都钻进家里了，哪还有心思在这听你放狗屁？高层却出奇的冷静，他枯瘦的手指划过地图，死死按在了格罗坦这个位置。这里虽然名义上是核心，但实际上却是防线最薄弱的边缘。全军出击的动静太大，高层决定换个打法。他提议先派3名超越者去探路，毕竟这些年轻人被选出来，就是为了在这种绝境下去干那些没人敢干的脏活。高层缓缓抬起头，目光锁定在瑞贝卡身上。丽贝卡队长，该你带队出发了。与此同时，盖特正带着莫里斯在废墟中穿行。莫里斯还在担心越级上报会被关禁闭，盖特却头也不回地甩出一句话：现在是紧急时刻，他已经没法再信任默爱了。脚下的紫色沼泽正在诡异地蠕动，盖特很清楚这些东西的来头，这可不是普通的魔族，他们只是用来开路的先锋。一旦这些沼泽彻底蔓延开，并开始在大地上凝固，那真正的魔族大军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进来，留给他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这其实是一场斩首行动，只要能潜入血地干掉那个宿主，所有通过精神连接的魔族怪物全都会被一锅端掉。他反复翻看着那些古老的记录，以前觉得荒诞的文字，现在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因为在这场战争里从来就没有第3种选择。莫里斯还在发愣，他下意识地问盖特接下来该怎么办。盖特没有丝毫犹豫，只冷冷地回了2个字：前进。远方的地平线上火光冲天，盖特看着那片被点燃的天空，知道最难熬的黑屏期已经过去了。既然黑暗已经散去，那也就没必要再
再藏着掖着。他反手握住背后的大剑，语气里透着一股肃杀。进攻的时间到了。纵观整部历史，这种时候从来不需要废话，要么杀光对方，要么被对方杀掉。杰迦看着满地的废墟，怎么也想不通，昨晚那个一直很安分的怪物为什么会突然发疯。他看着倒在血泊里的脏东西，心里只有恶一边咒骂着这头侏罗，一边指挥手下赶紧把伤员抬走。可城墙下的士兵们却完全是另一种画风，大家都在抱怨昨晚的号角声太吵，觉得盖特那帮年轻人是大惊小怪，为了区一个魔族就搞得鸡飞狗跳，害得所有人觉都没法睡。默哀现在的火气比谁都大，他正对着士兵疯狂咆哮，觉得这帮人简直是无法无天，没经过上级汇报就敢私自搞出这么大的动静，现在烂摊子铺了一地，还得让老子来给你们擦屁股。默哀指着那些闯祸的家伙，嗓门大得震天响，既然有本事捅娄子，就全都给老子滚过来打扫战场。大雨下个不停，盖特站在城墙上，心里总觉得有点发毛，那种说不上来的不安感正变得越来越强烈。可就在同一时间，默哀正躲在屋里美滋滋的写报告，他脸部红心不跳的往自己脸上贴金，说昨晚能搞定那个怪物，全靠他这个值班军官指挥有方。他甚至还写道，因为他默哀表现得太英勇，所以整场战斗一个人都没伤着，这功劳不记得那叫一个漂亮。写完报告，他悠闲的把脚往桌子上一搭，一边哼着小曲，一边感慨，那个毒蛇一样的女人不在，这军旅生活简直就是享受。他甚至希望这种总部培训能天天搞，只要没人盯着他，这小日子过得比谁都滋润。盖特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整个人都陷入了沉思，他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难道就是他们拼死战斗后必须面对的现实吗？杰拉正冷着脸站在院子里，手里拎着一根木棍，像审问犯人一样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他用木棍挑起那件湿透的衣服，语气里满是嫌弃，衣服都放臭了也不知道收，难道下雨要收衣服这种常识还需要别人来叫吗？莫里斯跪在地上，还没来得及解释，就被杰拉狠狠踢了一脚，他只能卑微的大声求饶。杰拉显然没打算就这么算了，他转头又盯上了旁边的斯卡利，质问他为什么连热水都没准备，难道是因为木精灵的脑子不好使，所以才学不会怎么伺候人吗？斯卡利被吓得连声否认。盖特还想据理力争，说昨晚那是紧急情况，而且真正的危机还没过去，可他显然低估了对方的蛮横。阿森根本不听这些，他一把死死抓住了盖特的脸，觉得这小子立了点功就开始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在他这种人眼里，前辈没衣服换，没热水洗澡，比什么魔族入侵要严重的多。他甚至威胁盖特，就算你马上要死了，也得先给老子把衣服洗干净。一旁的杰拉还在冷嘲热讽，觉得这支部队已经烂透了，连这种伺候人的规矩都要重教。他甚至还装出一副很累的样子，在那儿看盖特的笑话。盖特这一刻终于明白了，那种不安感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正因为昨晚他们拼死战斗，才换来了这支部队的零伤亡。可结果呢？这帮人反而觉得危机根本不存在，甚至把这种幸运当成了傲慢的资本。盖特死死盯着这些所谓的长官，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这帮蠢货就是一群猪。只有等真正见到血的那一天，他们才会知道后悔2个字怎么写。盖特现在彻底寒心了，他甚至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也许昨晚他真的不该救下所有人，让这帮蠢货死掉几个，或许才是正确的选择。阿森看着盖特那副样子，不但没有收敛，反而笑得更加放肆。他觉得盖特现在的愤怒简直就是一场精彩的表演。就在这时，刺耳的号角声突然响起，传令兵大声吼着，让所有人立刻去操场集合，一个都不能少。阿森还在一旁抱怨，说这么大的雨，竟然还要去外面点名，这帮长官折腾起人来，真是一点都不含糊。盖特看着身边疲惫不堪的同伴，心里那种无力感越来越重。他知道这帮人冒雨集合，绝对不会有什么好消息。默哀站在雨中，看着台下这群狼狈的士兵，连例行报告都省了。他冷冷的开口，要直接宣布上面的最终决定。血地那种地方到处都是魔族的毒气，普通士兵进去连呼吸都困难，只有带着特殊装备的超越者才能在那片死地里活下来。默哀显然是看中了这一点，他站在雨里大声宣布，要让盖特这支先锋队打头阵，就像昨晚那样去暗杀魔族的首领。他的计划听起来很简单，只要盖特他们杀了首领，然后发出信号，后方的大部队才会慢悠悠的跟进。盖特听完直接就无语了，他冷冷的看着默哀，沿途全是密密麻麻的魔族，只靠他们3个人连血地的边儿都摸不着，这哪里是什么作战计划，这分明就是让他们去送死。盖特当众把话挑明了，一点面子都没给默哀留。默哀这下彻底暴走了，他指着盖特的鼻子破口大骂，觉得这小子简直是疯了，竟然敢当众违抗上级的命令。盖特今天彻底豁出去了，他不再顾及什么上下级身份，直接当众指出了上层的错误。他说现在根本没时间磨蹭，必须立刻下令全军出击。可默哀根本不吃这一套，他扯着嗓子大喊什么军魂，说只要有信念就一定能成功，还虚伪的说自己绝对相信盖特。这种大饼听得人直反胃。更离谱的是，默哀竟然命令他们先去打扫营地，说明天一早再让这3名超越者去执行自杀任务。说完就直接宣布解散，根本不给盖特再说话的机会。盖特死死盯着默哀离开的背影，心里只剩下绝望。这帮蠢货还在纠结打扫卫生，可那些进化的怪物根本等不到明天，就在今天，就在此时此刻，防线恐怕就要彻底崩了。就在这争分夺秒的关头，一片褐色的羽毛突然从雨中飘落。这地方哪来的羽毛？
盖特立刻察觉到不对劲，他猛地抬头看向天空，只见一个巨大的黑影正穿过密集的雨幕。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伴随着一阵沉重的落地声，瑞贝卡竟然从天而降，直接拦在了所有人面前。他带着身后那群长着翅膀的士兵，就这么冷冰冰的穿过雨幕，直接走到了默艾面前。默艾这下被吓得够呛，他结结巴巴地问瑞贝卡，怎么会突然变成这副样子回来？还没等他把话说完，瑞贝卡就捡起了地上的报告书，他冷冷地盯着默艾问，这就是你写的报告吗？默艾还想硬着头皮解释几句，说这都是有原因的，可瑞贝卡根本没空听他废话。还没等默艾把话说全，他那只像鹰爪一样的右手已经死死掐住了默艾的脖子。瑞贝卡单手把默艾拎了起来，冷笑着说，他写的这份报告简直就是编了一整本小说，这种骗人的鬼话亏他有脸写得出来？他指着远处的监测塔质问，难道你以为那玩意是摆设吗？其实战场上发生的一切早就被记录得清清楚楚。瑞贝卡转头看向盖特和斯万，语气变得更加冰冷。他说根本不需要什么报告，因为他一眼就能看出来到底是谁在前方拼命，又是谁在后方冒领功劳。默艾这下彻底没话说了，只能像个小鸡仔一样被掐着。瑞贝卡当众撕碎了那份虚假的报告，碎片在雨中散落一地。紧接着他对着所有人大声下令，全军听令，立刻集结。看来这支部队的指挥权，瑞贝卡站在高台上大声宣布，总部已经下达了紧急动员令，这不是演习，更不是在开玩笑。从这一刻起，所有联邦所属部队立刻进入全副武装状态，全军听令，立刻出击。谁能想到这些恶魔的脑子全连在一起，只要一个地方出事，周围的怪物瞬间就会全扑过来。历史早就证明了，所谓的和平只是暂时的，恶魔已经正式宣战了。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就再也没有翻盘的可能。但最糟糕的是，周围到处都在求援，根本不会有任何人来帮我们。瑞贝卡冷冷地说，现在只能跟时间赛跑了，指望那些在后方度假的高层。等命令传到这，我们早就全军覆没。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周围的空气突然变得浑浊，这片沼泽竟然在疯狂扩张，已经烧到了我们的地盘。瑞贝卡大声下令，快把面罩都戴上。话音刚落，脚下的泥潭就开始翻滚。谁也没想到，真正的怪物一直藏在水底下。就在这一瞬间，危险彻底爆发了。谁也没想到，藏在水底的怪物竟然这么大。士兵们惊恐的大喊，是基兹，他出现了！场面瞬间乱成一团。瑞贝卡大声吼道，步兵列阵，快！士兵们迅速集结，紫色的魔法护盾瞬间张开。瑞贝卡在混战中大喊，这些怪物的弱点在鼻子，只要砍掉那里，他们就会分不清东南西北。士兵们立刻照做，刚才还凶猛无比的基兹瞬间像没头苍蝇一样原地打转。还没等大家松口气，地面突然剧烈震动起来，两个巨大的黑影从暗处爬了出来。士兵们彻底绝望了，是沃格尔，而且一次来了2只。谁能想到这些畜生早就蹲在城墙里了，他们这是要赶尽杀绝。瑞贝卡看着眼前的惨状，心里咯噔一下，看来剩下的时间比预想的还要短。他立刻大声指挥，哈皮恩小队去解决左边那只怪物，弓箭手别停，对着右边的畜生疯狂放箭。一时间，漫天的箭雨和飞行部队全部压向了沃格尔。可这些巨兽皮糙肉厚，根本拦不住，防线被撞得节节败退。瑞贝卡声嘶力竭地吼道，都给我顶住，谁也不许退后半步。就在这时，沃格尔发出一声咆哮，巨大的利爪已经横扫了过来。战场上一片惨叫，到处都是被怪物撕碎的声音。就在防线要崩的时候，盖特猛地冲了上去，死死挡住那只巨兽。他头也不回地大喊，这只沃格尔交给我。乌尔德林，快往洞里放魔物，把那只基兹给我逼出来。乌尔德林愣了一下，赶紧用法杖凝聚魔力，嘴里还忍不住嘟囔，莫艾那个老混蛋居然真的只派了我们3个过来，这哪是执行任务，这分明是让我们来送死。随着咒语响起，紫色的光芒瞬间炸开，乌尔德林的魔法瞬间炸开，紫色的光芒覆盖了整个战场。盖特在混乱中死死盯着巨兽，他已经看清了这畜生的套路，既然他能格挡远程攻击，那就好办了，只要贴脸开大，一招就能解决战斗。盖特猛地俯冲下去，整个人像一道闪电，直接钻进了怪物的防御死角。还没等沃格尔反应过来，红白大剑已经横扫而过，这一剑干净利落地削掉了他的脑袋。盖特一剑封喉，看着巨兽倒在脚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总算把这畜生砍翻了。紧接着，瑞贝卡从空中俯冲而下，2道寒光闪过，剩下的怪物也被瞬间大卸8块，2只沃格尔全部被消灭，危机暂时解除。瑞贝卡抹了一把脸上的血，大声下令：战斗还没结束，所有人立刻跟我冲过防线。斯万握着剑战，在原地整个人都懵了。刚才那场厮杀让他到现在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但他知道现在根本没有喘气的时间。斯万低着头，心里全是挫败感。刚才那种场面，他发现自己竟然什么忙都帮不上，但瑞贝卡根本没时间让他伤感。他指着前方大喊：跨过这道防线就是魔族的地盘了！所有人打起精神，全速冲向血色荒原。杰拉在乱世中受了伤，正一边用法杖治疗，一边心疼的嘟囔：要是这伤口留了疤，可怎么办？话还没说完，瑞贝卡的吼声就传了过来：别管你那点小伤了，赶紧去救治前面的战斗员。杰拉吓得一哆嗦，赶紧闭嘴去干活。阿森看着被突破的防线，气得直接开骂：不是告诉过你们，绝对不能让敌人靠近我吗？虽然这阵容看着还行，但瑞贝卡很快发现了不对劲，这片沼泽的削弱效果太强了，大家的魔力都在飞速流失，战力已经掉了一大截。瑞贝卡心里很清楚，这还没到核心地带，压制力就这么恐怖，接下来的胜负全看那几个怪物级的高手了。
就在这时，士兵在空中指着前方大喊：“11点钟方向看到血色荒原了！”还没等大家松口气，后方突然传来一阵惨叫：“坏了！魔族大军从屁股后面包抄过来了！”眼看魔族就要冲进广场，瑞贝卡扯着嗓子大喊：“所有蓝袍法师听令，立刻开启世界树结界！”随着法杖发出耀眼的光芒，巨大的绿色圣域拔地而起，无数藤蔓交织成网，硬生生把咆哮的恶魔挡在了外面。瑞贝卡死盯着防线，头也不回地喊道：“守住广场！一只苍蝇也别放进来！”暂时稳住局面后，瑞贝卡低声叫住了身边的盖特。盖特应了一声，表情同样严肃。瑞贝卡看着外面密密麻麻的魔族，这地方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你应该很清楚吧？真正的死战马上就要来了。盖特沉声回应，他心里很清楚，这已经是最后的办法了。瑞贝卡对着后方大喊：“把剩下的魔力全顶上去，给那几个怪物级的高手加满增益，剩下的人死也要给我守住阵型。”他回头看了一眼同伴，准备好了吗？盖特几人齐声回应，随时可以出发。随着瑞贝卡一声令下，超越者小队正式入场。盖特带头冲进了那片死寂的黑暗，血色荒原里漆黑一片。莫里斯刚嘟囔了一句什么都看不见，后方突然传来一股恐怖的波动。盖特在远处直接开大，十弦琴防御功能飞云之息，红白大剑的光芒瞬间炸裂，强行在黑暗中为他们撑起了一道保护伞。盖特挥动发光的大剑，这剑光正好能照路，都跟紧了，别掉队。斯万和莫里斯小声应着，在这鬼地方，他们只能把希望全寄托在盖特身上。盖特看着前方的黑暗，心里却很清楚，这几个队友什么都不知道，这场仗打到最后，终究只能靠他一个人去拼命。他强行压下心底的烦躁，带着队伍继续深入。莫里斯环顾四周，有些奇怪地问：“怎么这么安静？难道这荒原里一只恶魔都没有吗？”他不知道的是，这里可是魔族老巢的核心区，别说恶魔了，连只蚂蚁没经过允许都不可能活着进来。这种死一样的寂静才是最危险的信号。所以说，像我们这种背负沉重命运的人，注定是孤独的。话音刚落，前方的黑暗中，一个巨大的阴影缓缓站了起来。那怪物满身横肉，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盖特死盯着前方，一向冷静的他，此时也忍不住咬紧了牙关。身后的斯万和莫里斯更是被这股气息压得喘不过气。莫里斯带着哭腔，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安慰大家：“没事的。”他看起来只比普通的魔物大一点点。谁能想到这怪物的个头竟然当着他们的面直接翻了1倍？莫里斯彻底崩溃了，他带着哭腔大喊：“这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他的体型还在变大。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那怪物随手一挥，整片山壁就像豆腐一样被拍碎，碎石漫天飞溅。面对这种级别的怪物，盖特根本没打算退缩，他顶着漫天飞溅的碎石，强行挥剑冲了上去。这一剑是实打实的硬碰硬，巨大的冲击力震得周围空气都在发颤。盖特死命顶住，剑柄一步也不肯退。眼前的怪物发出一声低吼，那股邪恶的气息几乎要将人吞没。这种恐惧根本没法抵抗，那是刻在骨子里的生存本能。斯万现在只想求饶，身体完全不听使唤，眼看怪物就要把他们碾碎，盖特直接冲了上去，这一剑硬生生挡住了死神的镰刀。虽然救下了同伴，但盖特心里全是火，带着这群没用的累赘，到底要怎么打赢这场仗？上头那些人真是疯了，居然想靠这种自杀式计划去硬刚那个怪物。盖特心里很清楚，指望那帮蠢货根本没戏，现在只能靠自己。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抛开所有的杂念，把眼前的怪物看作猎物，只要是活物就一定会有弱点。他已经锁定了目标，这一剑必须直取要害。盖特重重地摔在地上，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刚才那一剑无论是力量还是时机都已经做到了完美，可结果却让人绝望。这一击别说砍下怪物的头，竟然连他的关节都没划破。如果连这种程度的攻击都没用，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赢下这场战斗？男人曾经笑着炫耀，说他剑上的龙形花纹是战友专门帮他画上去的。可现在盖特在废墟里看到的只有那把断掉的残剑，原来他根本没有逃跑，而是已经死在了这里。这才是最残酷的真相。在习惯杀戮的恶魔面前，这些没上过战场的所谓精锐不过是送上门的猎物。局面彻底失控了。在怪物格罗坦眼里，这些拼死抵抗的精锐战士根本算不上对手，充其量只是他用来打发时间的玩具。莫里斯和斯万被重重甩飞，倒在地上，连话都说不出来。局面已经彻底崩了。盖特在远处死死撑着巨剑，可现在的他连站稳都成问题。怪物正一步步逼近，真正的绝望现在才刚刚开始。看着盖特倒下，斯万知道现在只能靠自己了。他赌上最后的魔力，释放了最强的束缚魔法，无数锁链死死缠住了怪物。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局面终于被控制住的时候，旁白却给出了最残酷的解释：魔法这东西一旦施法者陷入恐惧，威力就会大打折扣。果然，怪物格罗弹指是发出一声怒吼，那些看似坚固的锁链瞬间崩成了碎片。这下连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眼前的怪物根本不是他们能赢得了的。原本他还想着找机会反击，可格罗坦的力量太恐怖了，每一击砸下来都像是要把他连人带剑一起拍碎。他本来想挥剑砍断对方，结果现在光是挡住攻击就已经手麻了。这种实力的绝对碾压，让他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再这样下去，手里的巨剑迟早要断掉。局面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盖特被死压在碎石堆里，这种实力的绝对差距让他第一次感到这么无力。想要翻盘，就必须用巨剑最硬的地方去撞怪物格罗坦最弱的死穴，这几乎是唯一的胜机。就在大家快要绝望的时候，
盖特站了出来，冷冷地问了一句：“你们难道真打算死在这？”这话虽然难听，但却是事实。如果这里守不住，外面接应的部队全都要交代在这。现在没时间想别的了。盖特死死盯着眼前的庞然大物，这一仗必须硬碰硬打到底。盖特这番话简直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他说大不了一死，反而让斯万彻底冷静了下来。既然退无可退，那就只能死磕到底。斯万在脑海中飞速搜索，终于翻出了那招压箱底的禁忌魔法——大地召唤。这是唯一能锁死这种级别怪物的手段，但代价是必须耗尽所有魔力，而且还有一个致命的限制：这个魔法离地面越远，威力就越弱，所以必须等怪物低头的瞬间，才能发挥最大的束缚力。可看者格罗坦那块到离谱的身影，斯万心里也没底。想让这种怪物乖乖低头，简直比登天还难。就在这生死关头，斯万突然脑洞大开，他盯者格罗坦那飞快的身影，想到了一个反向操作的战术。如果能增加怪物的惯性，那他冲起来之后就绝对没办法轻易停下。他冲着莫里斯大喊：“快给那怪物的腿加个强化 buff！” 莫里斯听完直接懵了：“咱们魔力都不够了，你居然还要去帮敌人？”斯万根本没时间解释，现在除了这个疯子计划，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活路了。莫里斯咬咬牙，也只能豁出去跟着赌一把。一道强化光束瞬间射出，直接打在了格罗坦的腿上。谁能想到这招给敌人加 buff 的操作竟然真的起效了？格罗坦那条被强化的右腿因为力量太猛，导致他在高速冲刺中重心全失，直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庞然大物根本控制不住惯性，整个人失去平衡，狠狠地栽倒在地上，而他的脑袋正好撞进了魔法的最强威力区。斯万等的就是这一刻，他嘶吼着释放出全部魔力，禁忌魔法瞬间爆发，大地召唤卡拉斯特拉。真正的杀招现在才刚刚开始。斯万的禁忌魔法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格罗坦被死死按在地上。现在轮到盖特出手了，看着盖特满脸是血的样子，斯万突然想起以前盖特没日没夜练习碎石斩时，自己还觉得这种招式太野蛮，在实战中根本没用。可他现在才明白，当力量达到极致，最基础的招式反而最致命。盖特没有任何犹豫，他高高举起那柄红白巨剑，全身的斗气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基础剑是第一型，这一剑要彻底送这个怪物上路。莫里斯这次是真的拼命了，他榨干了体内最后一丝魔力，把所有的强化效果一股脑全灌在了盖特身上。感受到这股恐怖的力量，盖特忍不住感叹，看来以前真是看走眼了，这帮家伙才是真正能把后背托付的 A 级大腿。盖特稳住身形，高高举起那柄沉重的巨剑，没有华丽的虚招，只有联邦最基础的第一型剑术。盖特使出了压箱底的绝招碎石斩，在队友全力的 buff 加持下，这一剑的威力已经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格罗坦那坚硬如铁的脑袋在巨剑面前瞬间崩碎，看折倒下的庞然大物，大家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斯万整个人都愣住了，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竟然真的干掉了那个恶魔。莫里斯更是语无伦次，嘴里一直念叨着：“我们赢了，我们真的赢了。”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盖特却一句话也没说。地上突然滚出来一个奇怪的东西，这让盖特瞬间定住了。谁能想到盖特竟然从怪物尸体里挖出了这种被称为格罗坦之唇的器官？这玩意儿散发着诡异的光芒，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种来自本能的渴望，没得选，为了活下去或者变得更强，他们必须吃掉它。盖特二话不说，直接当众生吞了下去。这种禁忌的力量正在他体内彻底炸开，这种感觉根本停不下来，只要波长对上，那种原始的冲动就会瞬间爆发，逼着你必须把它嚼碎了咽下去。随着这股能量顺着食道扩散，盖特能清晰地感觉到，它正在每一个内脏里横冲直撞。这可不是简单的消化，而是身体与恶魔力量的彻底融合。从这一刻起，他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人类了。这股劲儿上的太快了，盖特只是随手挥了一下大剑，掀起的风压就让所有人看傻了眼。斯万和莫里斯根本不敢相信，这还是刚才那个盖特吗？刚才吞下去的那些活性物质正在疯狂改造他的身体，这种力量的增幅已经直接拉到了他肉体能承受的极限。现在的盖特简直就是一个披着人皮的怪物。简单来说，盖特的战斗力刚刚直接翻了3倍，这种情报在任何图鉴里都查不到，只有真正踏入过血地的强者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盖特看着眼前的斯万和莫里斯，低声提醒他们，刚才那种共鸣你们应该也都感觉到了，既然大家的波长已经拴在了一起，那就要有个心理准备。盖特很清楚，接下来的战斗只会比现在残酷100倍，但只要能活到最后，拿到的奖励也绝对超乎想象。盖特把话挑明了，谁能拿到奖励，全看刚才那种波长对不对得上。所以关于猎杀恶魔的秘密必须烂在咱们超越者小队内部，这就是咱们能活到最后的生存法则。听明白了吗？斯万和莫里斯立刻回应，明白长官。虽然嘴上答应着，但斯万看着眼前的男人，心里却泛起一阵寒意。盖特的思维方式已经完全不像个正常人类了。其实盖特心里早就清楚，他接下来要面对的可不只是前线那些看得见的敌人，战争从来都不只是刀剑的较量，最脏最恶心的东西永远藏在那些躲在后方办公桌里的政客手中。盖特早就看穿了这帮人的嘴脸，他们不仅会抢走超越者的功劳，甚至连那些在前线流血牺牲的名字，他们都要彻底抹杀。这帮人正盯着他们，随时准备下来摘桃子。就在这一瞬间，默爱知道自己彻底没戏了，怪物的血盆大口已经到了跟前，一切都太迟了。难道这辈子就要这么不明不白的交代在这了吗？人在死之前，脑子里真的会像放电影一样闪过往事。
默爱想起了还没喝上的那顿酒，想起了老伙计推脱说要陪女儿参加运动会，这些最平凡的碎碎念成了他最后能抓到的东西。默爱本以为这辈子就到头了，在这个满是悲剧的世界里，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谁能想到，就在这节骨眼上，眼前的恶魔竟然开始崩解。乌尔德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怪物居然就这么凭空消失了。瑞贝卡反应最快，立刻下达指令，威胁已经解除，所有人撤掉结界。不只是那些怪物，连周围腐烂的沼泽也在退散。瑞贝卡发现地上竟然长出了白云树，这种植物最排斥魔气，说明附近的脏东西已经彻底清理干净了。瑞贝卡总算能大口喘气了，这空气一下子变得特别清新，大家紧绷的神经刚想松一松，可就在这时，黑漆漆的洞口里突然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这下所有人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从迷雾里走出来的，正是拎着怪物脑袋的盖特、斯万和莫里斯紧随其后，这一幕让所有人都看呆了。瑞贝卡心里很清楚，原本大家都做好了全军覆没的准备，毕竟之前的伏击太惨烈了。好在那些经历过生死的老兵反应够快，加上盖特这些超越者在前面拼命，才硬生生把局面给扳了回来。看着他们归来的背影，大家知道这命算是彻底保住了。瑞贝卡看着这群死里逃生的年轻人，心里忍不住感叹：真有你们的，这帮小鬼竟然真的做到了。盖特这会儿连站都站不稳了，斯卡利赶紧上去扶了一把，结果被他那一身血腥味熏得够呛。盖特也只能自嘲的苦笑。乌尔德林刚想偷个懒脚口，叶子姐解乏，就被瑞贝卡抓了个正着，还没下令休息呢，你就先在这儿享受上了。瑞贝卡立刻下达了死命令，各单位马上清点人数，看看咱们到底还剩多少兄弟。杰拉忍不住在那儿骂骂咧咧，觉得某些人简直就是个戏精。阿森也在后头放狠话，说要是让他进场，非要把那帮家伙全撕了不可。盖特听得心烦，他现在根本没心思听这些抱怨，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看着后方那些嘻嘻哈哈的士兵，盖特心里很清楚，这帮人一直躲在后头，根本没见过真正的恶魔长什么样。这种前线和后方的巨大温差，让盖特感到一阵心寒。联邦军队里的大多数人压根还没意识到，真正的灾难才刚刚开始。谁也没意识到，现在的联邦已经到了生死关头。默爱指挥着士兵们争分夺秒，修补城墙，搭建营房，在这片血地上强行扎下了根。但这枚钉子扎得太深，代价也太惨重了。11个人受伤，4个人永远留在了这里。看着地上的白花和残剑，斯卡利心里很清楚，牺牲已经没法避免了。他再次拉开长弓，斯卡利站在城墙上往外一看，发现那些怪物又在附近露头了。他赶紧催促莫里斯加固防线，看来拿下这片血地根本不是什么终点，以后这种日子怕是没完没了，大家必须得习惯这种玩命的节奏。默哀在下面扯着嗓子喊人，哪怕临时营房还没搭好，也得先把加固阵地的材料运上去。现在谁也顾不上休息，因为只要慢了一步，所有人都会被这片荒原吞得干干净净。盖特已经一个人扛着小山一样的巨石，稳稳当当地走远了。这下连见多识广的默哀都看傻了，那玩意儿少说也有几千斤，盖特居然回了一句还行，这力量简直就是个怪物。旁边的阿森还以为是石头太轻，结果默哀直接气得破防，让他自己过去试试，看看这石头到底能不能压死人。阿森看着盖特的背影，所以这就是超越者的意义。盖特望着眼前的断壁残垣，意识到在那个日子到来之前，这整片大陆其实都属于联邦。就在他出神的时候，人事处的诺曼突然跑了过来，说是带来了征兵总部的紧急消息。默哀正忙得脚不沾地，自然没给这个传令兵好脸色，但谁都知道总部在这个时候派人过来准备好事。诺曼带来的消息让原本安静的营地瞬间炸开了锅，新一批入伍名单和武器启事居然已经全部完成了。默哀听完直接愣住了，这效率比平时快了不止一星半点，这种反常的节奏让他心里隐约有些不安。而那些在前线死撑的士兵们，正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等着新人，毕竟谁都想赶紧找个后辈来接班，好让自己能喘上一口气。只有盖特盯着远处，发出一声若有所思的沉吟，这突如其来的变动恐怕没那么简单。默哀收起了刚才的玩笑话，严肃的让诺曼开始汇报。诺曼挺直腰杆，大声应和，接下来的内容才是今天的重头戏。根据赤云山脉圣器的最新启示，德卡武器护手愤怒之泪已经正式确定了入伍名额。这个消息一旦传开，整个局势都要跟着变天了。所有人都在等，看看到底是谁有这个本事，能接手这件传说中的武器。诺曼扯着嗓子宣布，这次的新人是个重量级的巨人。默哀听了直点头，觉得这战斗力确实够劲。可一旁的阿森却冷笑出声，他已经在期待这个直属助手的到来了。看他捏着拳头那副狠劲，这新人还没露面，恐怕就已经被他盯上了。不管来的是谁，摊上这么个上司，估计这辈子是彻底交代了。阿森笑得越来越疯狂，在他眼里，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军营，而是一座真正的活地狱。都给我听好了，你们以为这是在度假吗？大声点，再大声点！盖特这嗓门一开，全场没人敢喘大气。这哪里是普通新兵营，简直就是个怪物集中营。看看这群所谓的巨人，8号学员格斗冠军出身的歌利亚，光是站在那就让人感到一股莫名的压力。但这还没完，真正的狠角色是1号，被称为钢铁英雄的泰坦，5届全能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把这些怪物聚在一起，接下来的训练怕是要出人命了。打仗的时候，那些虚名一点用都没有。盖特怎么也想不通，像他这种顶尖战力，
为什么要回后勤部带新兵？明明应该在最前线杀敌，现在却得站在这对着一群菜鸟大喊大叫，这落差换谁都受不了。莫里斯也在一边犯嘀咕，要是这时候魔族打过来，光靠他们几个怎么可能守得住前哨基地？结果这全是默哀的主意。这个戴眼罩的老头非要盖特留下来当教官，直到那群巨人族新兵报道，这就是上面的死命令，根本没得商量。用默哀的话说，总部待着多舒服，你就当是回来度假了。既然上面想找个背锅的，把这群巨人新兵甩给有经验的人，盖特心里再不爽，也只能点头答应。既然躲不掉，那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他转身准备出发，没打算再多废话一句。临走前，盖特还不忘回头叮嘱，让莫里斯和斯万抓紧练习，别到时候连命都保不住。莫里斯被这突如其来的严厉吓得赶紧立正答应，这反应确实让人有点不放心。盖特嘴上虽然嫌弃，但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这两个家伙接下来的日子怕是难过了。第一天的训练正式开始，盖特手里拿着名单，面无表情的示意所有人上前，这气氛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阿森大步走到台前，这魁梧的身材光是站着就是一种威慑，他一开口，全场瞬间鸦雀无声。底下的新兵早就满肚子牢骚，本以为第一天能休息，结果还没安顿好，就要在这儿反复立正受训。阿森可没打算浪费时间，他直接宣布原本的休息计划全部取消，所有人立刻进行体能测试。而且这次测试跟以往完全不同，因为他们要找的是那个能拔起神兵的人，只要成功就能成为传说中的超越者。神兵的消息一出，底下的士兵全坐不住了。阿森在台上继续煽情，要求所有人记住巨人族的荣耀。这派头确实像个合格的教官。盖特在台下看得一清二楚。别看阿森现在说话这么顺溜，其实为了这几句词，他背地里不知道练了多少个通宵，就为了在新兵面前立威。就在这时，盖特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熟人，后勤部的德雷宁。这位平时雷厉风行的前辈，现在竟然瘫在椅子上，嘴里还一直念叨着想死。原来这群巨人族新兵个个都是大胃王，德雷宁为了让他们吃饱，每天要连着做22个小时的饭，一天只能睡2个小时。他崩溃地拽着盖特的衣服，哭着说这日子没法过了，比起在这儿给巨人当厨子，他宁愿去前线跟魔族拼命，至少那样死的还痛快点。德雷宁还没抱怨完，就被后勤官像拎小鸡一样从角落里给拽了出来。这下偷懒被抓个正着，只能乖乖回去继续干活。盖特在一旁看着，一句话也没说。随着教官的一声令下，所有新兵开始列队受训。这群巨人族的身体素质简直强得离谱，光是平均身高就超过了2.7米。体检结果一贴出来，人群里立马炸开了锅，大家都在盯着那张名单，因为按照现在的表现看，最后的超越者人选基本已经锁定了，就是这2个怪物，8号歌利亚和1号泰坦。无论是身高还是体重，他们都完全碾压了其他人。这2个人站在一起，就像2座移动的铁塔。测试数据一出来，全场都看傻了。普通巨人的平均握力不到200公斤，可这2个怪物，一个280，一个整整300。接下来的负重搬运测试更是成了他们2个人的表演赛，别人累死累活才搬15次，他们2个直接翻了3倍多。数据咬得死死的，谁也不肯让谁。大家心里都清楚，这2个人的实力完全不在一个维度。泰坦是大陆10项全能的纪录保持者，而歌利亚则是格斗大赛的无差别级冠军，一个是顶尖的竞技天才，一个是纯粹的战斗机器。这种级别的碰撞简直就是100年难遇。所有人都在私下打赌，最后能拿走神兵的到底是泰坦还是歌利亚。听到周围人都在议论自己，歌利亚倒是一脸淡定，他告诉身边的同伴随他们去吧，这种事根本没必要理会。可另一边的泰坦心里却完全不是这么想的，在他看来，自己跟歌利亚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名字被放在一起讨论，简直让他觉得心烦。就在歌利亚往前走的时候，泰坦竟然主动迎了上来，他伸出一只缠满绷带的大手，语气轻松地打了个招呼，问对方是不是就是那个歌利亚。歌利亚显然没料到这一出，他愣了一下，只能面无表情地应了一声，2只巨兽般的手握在一起，这走廊里的气氛一下子就变得不对劲了。泰坦嘴上说着很高兴认识你，可手上的力道却突然暴涨，这哪里是握手，分明是想当众给割下马威。歌利亚完全没料到对方会玩阴的，手骨被捏得咯咯作响。泰坦凑到他耳边低声嘲讽，问他为了这点钱在这挨揍到底值不值得。歌利亚疼得直咬牙，嘴里忍不住骂出了声，可他硬是没把手抽回来。这股狠劲让泰坦都有些意外，心想他还真能硬扛。眼看2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旁边的巴巴赶紧冲了过来，一把将这2个怪物给分开了。巴巴一边拉架一边嚷嚷，说这第一天报到你们2个到底想闹哪样。泰坦这下是彻底不装了，他揪住歌利亚的衣领，语气冰冷的警告对方别太嚣张，要是再敢在他面前晃悠，就直接把歌利亚踩死。歌利亚死死盯着对方，一句话也没说，他心里想的是这要是在八角笼里，泰坦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看着泰坦大笑着扬长而去，歌利亚心里那叫一个憋屈。旁边的巴巴吐槽说泰坦这种人就是个跳梁小丑，除了会博眼球人品简直烂透了。他一脸兴奋地凑过来，说自己看过歌利亚所有的比赛，简直就是他的头号铁粉。还没等歌利亚反应过来，巴巴竟然提出了一个离谱的要求，他问能不能把名签在他的内裤上。这一下直接把歌利亚整不会了。巴巴还在那不停地毒舌，说泰坦那几层眼皮再多叠几层就能去当千层酥了。他提议等到了壕沟战的时候，一定要亲手把那个千层酥混蛋给废了。
歌利亚默记下了壕沟战这个词，这可是个动手的好机会。可还没等他想出个计划，巴巴的画风就突然变了，居然开始聊起哪家的甜点更好吃。歌利亚听得满脸黑线，心想这大哥长得这么横，怎么废话这么多，简直是个话痨。与此同时，盖特和阿森正在后勤处忙活，他们正在给即将上场的巨人族做最后的装备检查。莫里斯原本还担心这帮大块头的衣服尺寸会出问题，结果没想到这群巨人族的适应力强得惊人，竟然没有一个人要求更换。阿森在一旁提醒，这支巨人族部队可是上面的心头肉，是接下来的核心战力，绝对不能在装备上出任何差错。莫里斯看着堆积如山的装备，忍不住感叹莫爱这次真是下了血本，毕竟这次连那些大人物都惊动了，后勤压力可想而知。人类和矮人一直被当成杂牌军，连领个合身的衣服都得靠抢，上面的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穿什么，只要能上场卖命就行。转眼到了深夜，营地里传来了熄灯的号令，原本嘈杂的训练场瞬间被死寂的夜色吞没。歌利亚躺在狭窄的睡袋里，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这地方窄得像个罐头，连腿都伸不直，憋屈的让人想骂人。歌利亚说自己第一晚兴奋的睡不着，旁边的巴巴倒是心态挺好，还给歌利亚出了个馊主意，让他闭上鼹鼠羊，说是他老妈教的秘方。歌利亚听完更头大了，巴巴这大块头居然是个妈宝男，大半夜的一直在那念叨他妈，简直像个没断奶的小屁孩。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喊声，指名道姓让1号泰坦立刻出去。原本死寂的营房瞬间紧绷起来，泰坦倒是反应挺快，翻身起来就往外走，看那架势，显然是早就知道有人会来接他。歌利亚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心里那叫一个不平衡，这不明摆着是开小灶吗？大家都在这儿挤罐头，凭什么这家伙就能被特殊照顾？看着泰坦消失在门口的背影，歌利亚忍不住暗骂了一句，这地方的规矩看来比他想象的还要肮脏，接下来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了。泰坦半夜被叫出来，原来是莫爱在私下接见他。泰坦表现得极其恭敬，甚至在签名的时候还特意写了一句祝莫爱开心。莫爱却没给什么好脸色，他冷冷地提醒泰坦，不管你在外面是多大的英雄，到了这儿你就只是个普通的新兵。泰坦听完立刻站得笔直，扯着嗓子大声宣誓，说要赌上巨人族的荣耀，绝对会拿出最拼命的态度去训练。莫爱看着他这副样子，语气终于缓和了一些，他直截了当的透了底，说这支部队的核心位置其实早就已经内定给你了，但他还是叮嘱泰坦平时别表现得太明显，记得跟其他同僚搞好关系。泰坦听完再次敬了个礼，看来这场所谓的公平选拔从一开始就是演给别人看的。莫爱看着泰坦离开的背影，原本还觉得这孩子挺懂事，不仅没架子，甚至还让人觉得有点讨喜。阿森也在旁边点头附和，觉得泰坦确实是个不错的苗子，那家伙会成为我的继承人吗？与此同时，两个倒霉的守卫正骂骂咧咧地走在路上，他们一边抱怨莫爱半夜折腾人，一边还得去给泰坦搬家。泰坦正睡得迷迷糊糊，就被守卫粗鲁地叫醒了，看着这帮人催命似的让他赶紧动身。泰坦看着这两个带路的守卫，心里那叫一个瞧不上，觉得这帮无名小卒纯粹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守卫隐约听到了他在嘀咕，立刻停下脚步，一脸不爽地质问泰坦，刚才到底在那儿嘟囔什么呢？泰坦倒是挺会演戏，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说自己什么都没说，那副淡定的样子反而让守卫觉得更火大了。其中一个守卫直接冲到他面前，指着泰坦的鼻子，非要让他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看那架势，是打算给这个新兵一点颜色看看。谁知道泰坦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猛地拔高嗓门，像打雷一样吼了回去，说老子刚才什么都没说。这一嗓子下去，震得整个走廊都在晃，两个守卫当场就被吓懵了。守卫被泰坦这一嗓子吼得连连后退，他们甚至怀疑这家伙是不是疯了，居然敢在军营里这么嚣张。可泰坦看着这几个外强中干的守卫，心里只有无尽的鄙夷。在他眼里，这帮人不仅实力弱得可怜，而且全身上下一无是处，除了会拿着那点微薄的权力装蒜，根本没有任何值得尊重的本事。泰坦冷冷地盯着他们，直接把话挑明了，说你们这帮混血乞丐，要是连自己的身份都认不清楚，那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义？还没等这两个士兵反应过来，泰坦已经像拎小鸡一样把他们死死掐在了半空中。他一脸不耐烦地说，想动嘴就动嘴，想动刀子就动刀子，别在这儿磨磨唧唧。他甚至觉得对付这种货色简直是浪费时间，还不如赶紧把他关进禁闭室。随着他随手一扔，这两个倒霉蛋直接飞了出去。这下谁还敢拦他？莫爱这下是真的火了，对着这两个不争气的士兵就是一顿臭骂，因为他们的愚蠢行为连带着莫爱也要跟着一起挨训。他指着对方的鼻子质问，你们是不是看人家巨人族不顺眼？这种嫉妒心简直让他觉得丢人，在他看来，这群人就是自卑感作祟，居然还想跑去跟一个新兵告状。要知道，巨人族虽然人少，但个个都是战场上的大杀器，这种稀缺的战斗力根本不是普通士兵能比的。这种种族天赋注定让他们在军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莫爱随手打发走了传令兵，泰坦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在他看来，接下来的局面可比枯燥的训练要有意思多了，这下绝对有好戏看。而另一边的斯万和莫里斯正对着一堆奇怪的训练任务发愁，又是练大范围呼吸法，又是莫名其妙的练习吹哨子。泰坦现在根本没心思管这些，满脑子都在担心远在主营地的盖特到底怎么样了。盖特刚提醒完小心碰头，巴巴就一脑门撞了上去，这大块头在营房里确实憋屈。
到了食堂，巴巴想让厨师多给点肉，结果人家根本不买账，直接让他赶紧滚蛋。就在这时，阿森冷着脸走了过来，二话不说直接抢过勺子。他一边往碗里狂塞好料，一边还自嘲说现在的排位真是越来越靠后了，气得厨师在旁边直骂他是猪。盖特发现男人满头都是蜘蛛网，男人也是一脸无奈，谁让巨人族长得太高，走到哪儿都能把房梁上的网给带下来。旁边的士兵看向盖特，说这位教官可是个狠角色，曾经亲手砍下过2名敌方首领的脑袋。可让他纳闷的是，既然盖特已经是传说中的超越者，为什么现在的军衔才只是个终结？难道这种拿命换来的荣誉，其实根本没什么实际好处？3倍薪水外加终身养老金，这难道还不算好处？2个新兵担子立马开始算起了账，甚至还担心起养老金会不会破产。结果聊到最后才发现，这种待遇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毕竟超越者这种身份可不是你想当就能当上的。泰坦吃完饭，故意把餐盘重重地摔在桌上，那动静大得吓人。他头也不回地命令旁边的人把这儿给我收拾干净。看着他那副嚣张的背影，被留下的士兵一脸懵，这明摆着就是故意找茬，可谁也不敢当面发作。就在气氛尴尬的时候，巴巴主动走过去接过了盘子。他说反正自己也要去收，顺手帮个忙也没什么。歌利亚在一旁看得直皱眉头，问巴巴是不是个软柿子，干嘛要给那种人当差？巴巴却只是憨厚地笑了笑，觉得没必要为了这点小事计较。可歌利亚却盯着巴巴，心里泛起了嘀咕，刚才那家伙说话的口音听着可不太对劲。阿森指着对面的悬崖，规则很简单，只要能击中那个鬼面图案就算合格。他还特意提到了泰坦，说人家之前示范的时候动作可是教科书级别的，士兵们嘴上答应得响亮，可真站到悬崖边上心里就开始打鼓了。阿森在一旁冷冷的提醒，都给我看好脚下，这地方每年都有人掉下去，真要摔死了连尸体都别想找回来。可现实却很打脸，这帮新兵扔出的石柱连目标地边都摸不着。阿森在旁边看得直摇头，难道这届学员里连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吗？轮到8号学员歌利亚上场了，他二话不说扛起巨大的石柱，随着教官一声令下，石柱像炮弹一样飞了出去。只听轰的一声，石柱稳稳地砸在了红星正中央。刚才还垂头丧气的士兵们全看傻了，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任务。泰坦在一旁抱着双臂冷笑，似乎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而已经凑到了歌利亚跟前，竖起大拇指。歌利亚打听起巴巴的来历，巴巴随口回了一句自己是来自北方的圣东格勒。结果巴巴这大嗓门又开始不正经了，非说他的北方口音听着很性感。歌利亚一脸无奈的让他闭嘴，这都什么时候了，竟然还有心思在这儿胡说八道。巴巴提到了北方正在流行的瘟疫，他一脸自豪地拍着胸脯说，像他们这样强壮的种族根本不会被这种病打倒。男人在一旁冷笑着接话，说只有低等的人类才会死于瘟疫。他甚至还怀疑地盯着巴巴，问圣东格勒那种地方什么时候也有巨人族出没了。巴巴没有接茬，场面一时间变得有点尴尬。就在这时，教官点到了巴巴的名字，巴巴大声应道，随后稳稳地扛起那根巨大的石柱。随着教官一声令下，他全身发力猛地一甩，石柱带着破空声呼啸而出，飞出了悬崖。巴巴这操作简直让人看呆了，气得阿森当场质问他，你这是在消极怠工吗？周围的士兵也开始议论纷纷，看来除了泰坦和歌利亚，这届新兵里真没几个靠谱的。泰坦在一旁冷眼旁观，嘴里蹦出2个字，白痴。就在气氛僵住的时候，默爱突然发话了，既然不想好好练，那就先给大家唱首歌吧。谁也没想到巴巴这铁憨憨竟然当真了，他扯开嗓门大喊一声，15号学员准备完毕。接着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旁若无人的嚎了起来。这下连阿森都彻底无语了，这训练营里怎么尽是些不按套路出牌的奇葩？巴巴这一嗓子简直是灾难，周围的人听得直翻白眼，泰坦更是连看都懒得看，觉得这种闹剧简直是在浪费时间，直接转身走人。而在营地的阴暗角落里，2个士兵正躲在那儿发牢骚，他们抱怨默爱教官根本不信自己人，更担心那些传闻中的巨人族会把这里的一切都毁了。他们觉得那些精英学员太傲慢，只知道抱团排外，其中一人还安慰同伴说只要熬过这6周的训练，分了单位就再也不用见到这帮怪胎。可话音刚落，一个冰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泰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门口，他冷笑着盯着这2个背后嚼舌根的人。这下麻烦大了，刚才那些话恐怕一个字都没漏掉。泰坦这下是彻底玩开了，他堵住那2个士兵，阴阳怪气地问，刚才不是挺能说的吗？怎么不干脆把我送进禁闭室呢？面对这种赤裸裸的挑衅，士兵虽然嘴硬骂了一句混蛋，但心里肯定已经后悔的要死，因为泰坦根本没打算就这么算了。另一边，盖特正背着沉重的教学器材往回走，他还在心里抱怨，那个叫阿森的家伙真是爱管闲事，让他一个人干这种苦力活。可走着走着，盖特突然停住了脚步，他感觉到不远处的角落里气氛有点不对劲。等他凑近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泰坦竟然私下动了手。那2个士兵已经被剥掉上衣，正缩在墙角瑟瑟发抖，说曹操曹操就到。盖特背着大剑正好撞见这一幕，看着2个光溜溜的士兵，他一脸懵地问，你们在这儿干嘛呢？这2个士兵像是见到了鬼，指着盖特歇斯底里的大喊，你这个混蛋竟然还敢装傻！泰坦在一旁露出了阴险的笑，他整理好衣领，阴阳怪气的打了个招呼，哎呀，这不是大名鼎鼎的盖特吗？真是久仰大名啊！
泰坦随脚踢开地上的杂物，直接走到了盖特面前。他表现得异常自信，甚至主动伸出了手，自称泰坦要加入超凡军团。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示好，盖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冷冷地盯着对方，气氛在这一刻降到了冰点。盖特最终还是伸出了手，可就在两只手握在一起的瞬间，泰坦脸上的笑容突然变得狰狞。他根本不是想求职，而是想当场试试盖特的深浅。泰坦猛地发力，手掌发出了骨头摩擦的闷响。他想看看这个所谓的超凡者到底是不是浪得虚名。泰坦已经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可他越捏越觉得不对劲。眼前的盖特稳如泰山，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泰坦心里开始发毛，这根本不是人类该有的反应。就在他愣神的时候，盖特冷冷地开口了：“你这是在干什么？”还没等泰坦反应过来，盖特的眼神瞬间变了，他反手握住泰坦的手掌，语气平静的让人害怕：“你刚才想做的是这样吗？”只听见咔吧一声闷响，盖特稍微一发力，局势瞬间反转。刚才还嚣张跋扈的泰坦，现在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泰坦的惨叫声响彻整个营地，他显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泰坦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引以为傲的力量，在盖特面前竟然像纸糊的一样。盖特眼神里全是轻蔑，他问泰坦：“刚才那股嚣张劲儿去哪了？不是挺能显摆力量吗？接着使劲啊！”刚才还横着走的泰坦，现在只能像个软脚虾一样，一边惨叫一边求饶，让盖特赶紧松手。盖特随手一甩，直接把这大块头扔在地上。他看穿了泰坦的底细，无非是被周围人捧得太高，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但在盖特眼里，这种程度的实力根本连入场的资格都没有。盖特居高临下的看着泰坦，话里全是刀子。他说：“像泰坦这种人只会躲在暗处耍阴招，本质上就是个可怜的胆小鬼。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大块头，现在被训得一句话都不敢回。”盖特直接放了狠话：“以后要是再敢动歪心思，下场只有一个死字。”旁边围观的人都看傻了。这盖特不仅拳头硬，玩弄人心的手段更是高明，三两下就把刺头给制服了。就在这边气氛降到冰点时，另一头的莫里斯正对着号角疯狂练习，说是盖特交代的任务，不吹到120分贝不准停。训练营里到处都是搬运重物的士兵，沃尔德林一边干活一边催促：“别再那废话了，连前辈都在卖力气，谁也别想偷懒。”就在这时，瑞贝卡突然停下了动作，远处传来的阵阵狼嚎声让他察觉到一丝不对劲。这荒郊野外的怎么会有这种动静？画面一转，战壕格斗场已经围满了人，规则很简单，要么投降，要么被推出去。泰坦站在场边，整个人显得心烦意乱。同伴好心想过去问问情况，结果被他没好气的顶了回来。看样子之前的打击让他还没缓过劲来。阿森可没心思管这些私人恩怨，他大声宣布下一组入场。这场对决简直离谱，一边是2.5米的肌肉怪物巴巴，另一边是被称为矮个子的大卫，这体型差看着就像大象踩蚂蚁。大卫心里也犯嘀咕，硬碰硬肯定没戏。他突然想起一种沙漠里的红绒仓鼠，那小玩意儿虽然个头不大，但捕猎的时候气势特别足。想到这，大卫突然张开双臂大吼一声，打算靠气势压倒对手。谁能想到巴巴竟然被这突如其来的阵仗吓了一跳，脚下一滑，直接摔出了比赛区域。全场瞬间安静了，围观的士兵都在骂巴巴是个白痴，还没开打就自己认输，简直是受训生里的耻辱。巴巴倒是一脸无所谓，随便别人怎么说。而大卫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甚至开始感慨大自然的力量果然奇妙。巴巴这会儿兴奋的不行，这种顶级对决他可不想错过，一路小跑赶往现场，因为接下来的这一场是歌利亚和泰坦的强强对抗。泰坦一上场就狂得没边，他说自己今天心情很差，让对手最好卖力点，要是待会儿被打残了，可千万别怪他手狠。面对这种挑衅，歌利亚只觉得他在发疯，直接骂对方是个没用的弱鸡，让他赶紧动手试试。盖特的话回响在他的脑海，泰坦显然是被戳到了痛处，整个人瞬间变得阴冷。他放话要打断对方的四肢，看看待会儿这嘴还能不能这么硬。场上的局势瞬间白热化，泰坦这会儿正兴奋着，他死死缠住对手，打算用格斗技巧彻底锁死对方。在他看来，光有蛮力在战壕里可吃不开。就在他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局面突然失控，歌利亚根本不按套路出牌，反手就是一个暴力过肩摔，直接把泰坦狠狠砸在地上。这一下把全场都看傻了。巴巴在场边嘴巴张得老大，大家都在嘀咕，难道格斗专家在绝对力量面前真的就这么不堪一击？泰坦冷笑着说，战壕格斗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光靠那点花里胡哨的技巧根本没用。他承认对手确实有点本事，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这一切都显得太可笑了。他打算直接用最暴力的方式结束这场闹剧。全场都看傻了，泰坦竟然单手就把歌利亚举了起来。就在他以为大局已定，喊出那句抓到你了的时候，局面似乎又有了新的变化。谁也没想到，泰坦被歌利亚从背后死死锁住，他根本没打算挣脱，而是带着全身的重量直接向后倒了下去。这一砸简直要把歌利亚的脊椎都撞碎了。泰坦根本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翻身起来就是一记重拳，这一拳下去地面都跟着震颤。泰坦这下彻底被激怒了，嘴里不停地咒骂着，可他还没来得及反击，拳头就被歌利亚死死扣住。这下麻烦大了，歌利亚的力量大得惊人，直接把他整个人踹了出去。泰坦重重地砸在地上，还没等他站稳，歌利亚已经像头野兽一样冲了上来，这根本不打算给他喘息的机会。局面已经完全失控，真正的肉搏战现在才刚刚进入高潮。
场边的士兵们都看傻了，这两个怪物竟然又打起来了，完全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这种强度的对抗简直疯了。一个是力量的化身泰坦，一个是技巧的巅峰歌利亚。这场双雄对决已经持续了几个小时，谁也没法彻底压倒谁。歌利亚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嘲讽说泰坦快要晕过去了，劝他赶紧认输，别再硬撑。泰坦听完冷笑一声，反呛歌利亚，要是累了就赶紧滚蛋，别在这丢人现眼。两人的体力都已经到了极限，但眼神里的狠劲却一点都没减弱。阿森看着见底的沙漏，他直接宣布到此为止，这场恶斗以平局收场。歌利亚低着头骂了一句，谁也没想到泰坦竟然在宣布结束后突然暴起，死死锁住了歌利亚的脖子，全场瞬间炸开了锅。阿森气得大声呵斥，命令泰坦立刻住手。可泰坦已经彻底打红了眼，他一边发力一边回枪，让阿森闭嘴滚远点，他今天一定要让对手死在这里。就在他准备下死手的瞬间，盖特突然出现在身后，仅仅是冷冰冰的一个字，就让空气瞬间凝固。泰坦整个人僵在原地，原本死死掐住脖子的手竟然真的松开了。全场死一般的寂静，没人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连教官阿森都懵了。刚才还目中无人的泰坦竟然会听这个男人的话，虽然嘴里还在不甘心的咒骂，但泰坦确实被盖特两个字就给强行镇住了。泰坦还在内心疯狂咆哮，他放话，谁要是敢乱来，他就把这地方彻底掀翻。转眼间，受护盾仪式的号角声响彻营地，6周的魔鬼训练竟然就这么走到了头。大家排着队上交名牌，巴巴看着手里的东西，忍不住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刚来的时候觉得像在地狱，现在习惯了，反而到了要离开的时候。歌利亚也换下了那身训练服，心里五味杂陈。明明第一天来的时候还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巴巴私下给歌利亚透了个底，说他算了一下分，歌利亚这次很有可能拿第一。就在大家还在猜测排名时，临时营房那边传来了消息，巨人族的积分统计终于出炉了。默哀盯着名单看了半天，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反复确认了好几遍，泰坦和歌利亚竟然都是973分，这下连阿森都坐不住了。在受护盾仪式的历史上，还从来没出现过平分的情况，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但盖特却显得毫不在意，在他眼里，分数这种东西根本代表不了什么。说到底，最后还是得看武器选谁。受护盾仪式在红云山脉正式开启，但因为前线战事吃紧，整个流程只能被迫简化。默哀扯着嗓子大喊，让泰坦和歌利亚立刻上前。这两个死对头一碰面，火药味儿就直接拉满了。泰坦咬牙切齿的挑衅，觉得自己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歌利亚却一脸不屑，嘲讽他不过是在自我感动。随着默哀一声令下，所有人各就各位，准备迎接最后的拔护盾时刻。等了这么久，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等了这么久，泰坦终于摸到了这把梦寐以求的护盾。他心里早就盘算好了，只要能顺利拔出来，他就能彻底脱胎换骨。看着周围那些竞争对手，他心里只有不屑，觉得真正的较量现在才开始。可谁能想到，就在他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泰坦使出了吃奶的劲，结果护盾竟然纹丝不动，他整个人都懵了。明明刚才还志在必得，怎么现在连拔都拔不出来？台下的阿森和默哀也看傻了，这情况完全不对劲。上次明明还好好的，怎么偏偏到了关键时刻，这把护盾就开始掉链子了？谁能想到，作为头号种子的泰坦竟然搞砸了？周围的议论声瞬间炸开了锅，大家都不敢相信这个不可一世的天才居然会失败。盖特可没心思听他废话，冷冰冰的宣布他被淘汰了。泰坦还想赖着不走，结果被盖特一个眼神直接轰走，让他赶紧滚蛋。刚才还对他客客气气的人，现在全都在落井下石，说他这种烂人品根本不配拿护盾，转头就开始疯狂吹捧歌利亚，说他才是完美的超越者。这帮人捧臭脚的劲头，搞得歌利亚本人尴尬的要命，恨不得当场找个地缝钻进去。但随着盖特喊出他的名字，全场的目光再次聚焦，真正的考验现在轮到歌利亚了。这下全场彻底炸锅了，谁能想到继泰坦之后，连被寄予厚望的歌利亚也失败了。两个顶级天才接连吃瘪，受护盾仪式眼看就要变成一场笑话。就在大家以为这届要全军覆没时，有人突然向盖特提议，说杀过恶魔的受训声音该有额外加分。原来巴巴那天训练的时候，巨大的石柱被他像扔标枪一样甩飞，谁能想到这一柱子扔出去，竟然歪打正着，直接砸死了一只落单的恶魔。这运气简直比中彩票还离谱，连一向严肃的盖特都看沉默了。这种瞎猫碰上死耗子的事，15号受训生加上奖励分后，总分直接飙到了851分。这分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已经拿到了受护盾的入场券。局面瞬间反转，刚才还没人看好的15号，现在直接原地起飞。默哀大声叫他上前领赏，结果巴巴整个人都傻了，他压根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只能一边哆嗦一边往前挪。默哀随手一指，让巴巴赶紧上前参加仪式。听他的语气，显然对这届受训生没抱多大希望，觉得大家也就是来凑个数字。这次要授予的武器可不简单，那是凶名在外的怒雷拳套，光是看着就让人脊背发凉。周围的受训生一看是巴巴，立马就开始阴阳怪气。他们觉得巴巴这种妈宝男根本不可能驾驭这种充满愤怒的力量，甚至有人断言他绝对没戏，肯定会被护盾当场反噬。我一直想不通，在那个大雪封山的晚上，为什么会有人狠心把一个婴儿扔在雪地里？那个女人捡起他的时候，
还在纳闷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不哭反而还在笑。他给这个捡来的孩子取名叫巴巴，虽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连他自己都经常挨饿，但这么多年过去，他却从来没让巴巴少吃过任何一顿饭。这份沉甸甸的恩情成了巴巴心里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明明他自己那么瘦弱，可每次遇到危险，他总是第一个冲在前面，把我死死挡在身后，哪怕他自己的手脚都被冻得全是裂口，也一定要先给我凑齐过冬的鞋袜和手套。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偏偏要长成这样一个格格不入的傻大个。因为这副巨大的身躯，我从小就被所有人排挤，只能一个人默默去干那些最重最累的脏活。可为什么我空有一身没用的力气，长得这么结实，而那个最疼我的人却连站都快站不稳了？既然你已经弱成这样了，当初为什么非要收留我这种怪物？我是一个巨人，而你只是个普通人，在外人眼里，我们根本就不像一家人。我甚至还对你吼过，说我受够了，让你别再装成是我亲妈妈。我摔门而去的时候，从来没想过你为了养大我，到底受了多少苦？为什么你要为了我这种人，把自己折磨成这样？我一直想不通，既然你注定要丢下我一个人，当初为什么要顶着所有人的咒骂，非要把我捡回来？就因为这场该死的瘟疫，所有人都说你没救了，可我不信，我还没来得及报答你。他躺在床上，声音虚弱的几乎听不见。他说：“爸爸，我可能真的撑不过今天了。明明是我欠他的，可他临走前竟然还在道歉，说没能让我过上好日子。他最后拉着我的手说，能不能像你小时候那样再叫我一声妈妈？”那一瞬间，胸口像是被大锤狠狠砸碎，疼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他喉咙里发不出完整的音节，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双一直拉着他的手彻底失去了温度。妈妈，你别走，你快睁开眼看看我。这个像铁塔一样的壮汉，此刻哭得撕心裂肺，声音里全是绝望和无助。在这一声声哀嚎中，他不再是那个力大无穷的巨人，而是一个弄丢了母亲，再也找不到家的小孩。母亲拉着他的手轻声说：“听你小时候那些傻乎乎的废话，就是老天爷给我最好的礼物。只要看到你笑，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拥有了全世界。所以爸爸，就算妈妈不在了，你也不要哭，不要生气，要一直笑下去。你要记住，人不是因为幸福才笑，而是因为笑了人才会变得幸福。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好吗？我的儿子，妈妈永远爱你。妈妈，谢谢你这辈子愿意当我的妈妈，我会记住咱们的约定。从今天起，我每天都会笑口常开，只要一想到你，我就一定会露出笑脸，绝对不让你担心。所以咱们说好了，下辈子你还得到我的妈妈，行吗？妈妈，我走了，你要好好的。”战友们发现，巴巴最近总是一个人躲在那儿傻乐。有人忍不住凑过去问他，这鬼地方整天除了训练就是打仗，到底遇上什么大喜事了，能让你天天笑成这样？巴巴转过头，脸上依旧挂着那副灿烂的笑容。他说，并不是因为遇上好事才笑，而是因为笑了人才会变得幸福。盖特和默爱全都愣住了。随着一声清脆的系统提示，巴巴成功提取了专属武器怒类护盾。谁能想到，这个被系统戏称为妈妈宝男的家伙，竟然在这一刻被判定为真正的超越者。与此同时，远在另一边的盖特正牵着马分析局势。他推测接下来的敌人很可能是难缠的野兽类型，但他现在最担心的还是莫里斯那边，毕竟莫里斯资历尚浅，不知道能不能压得住巴巴那个性格古怪的新人。想要让这支超越者小队站稳脚跟，就必须利用晋升系统，以最快的速度往上爬。就在他盘算计划的时候，巴巴掀开帘子走了出来，这身新制服穿在他身上，怎么看都觉得紧巴巴的。盖特打量了一下，这体型实在太夸张了，连特大号的行囊挂在他背上都显得像个小挂件，因为车厢里实在挤不下3个大块头，盖特只能安排巴巴坐在前排。原本打算明天再动身，但现在的局势已经容不得半点耽搁了。夜色降临，马车在荒野上飞驰。深夜的马车上，盖特看巴巴还瞪着大眼睛，就劝他赶紧眯一会儿。巴巴却一脸认真地说：“前辈还在驾车说话，自己哪敢一个人先睡？”他憋了半天，终于问出了心里的疑惑：这一届新兵全是巨人族，为什么盖特会跑来当教官？盖特听完冷笑一声，反问巴巴：“是不是觉得普通人没资格教你们？”巴巴吓得连连摆手。盖特这才说出了实情，其实是因为前线推进太快，根本没人熟悉那套复杂的操作手册，再加上默爱那个老酒鬼，半威胁半强迫的把他拉入伙，他才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不过现在手册已经传下去了，盖特看着远方，心里却隐约有些不安。随着队伍不断深入，他们离后方的总部越来越远，真正的麻烦恐怕才刚刚开始。盖特的声音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冰冷，他告诉巴巴，从现在开始规则彻底变了，这意味着在战争结束之前，无论是他还是巴巴，都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征兵总部。这其实就是一条不归路，但盖特还是伸出手，正式欢迎巴巴加入超越者小队。巴巴这个憨憨倒是一脸兴奋，大声保证自己一定会拼命。随着马车不断深入荒野，空气中的压迫感也越来越重，潜伏在暗处的恶魔已经盯上了这支年轻的小队。虽然前方的敌人会越来越强，但这支小小的超越者小队也将在鲜血与火的洗礼中迎来真正的蜕变。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让超越者小队彻底站稳脚跟。他很清楚，等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大家在战场上留下的每一滴血都必须换回对等的功勋，这些牺牲绝不会白费，也绝对不能白费。就在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唤：“喂，快醒醒！”巴巴这睡相也是没谁了，口水流了一地，直到莫里斯在一旁阴阳怪气，他才猛地惊醒过来。莫里斯没好气的吐槽：“前辈在前面辛苦驾车，
你倒是在后面睡得挺香，眼睛到底睁开没有？巴巴尴尬的不行，赶紧背起行囊跟了上去。这就是传说中的格罗坦峡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压抑的味道。毕竟这里已经靠近恶魔领地，环境比想象中还要糟糕。虽然巴巴觉得浑身不自在，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尽快适应。随着盖特和巴巴正式抵达据点，前线的局势也变得愈发紧张。根据最新的哨兵记录，附近已经出现了高阶兽形恶魔，前线营地的气氛比想象中还要压抑。巴巴就这么坐着，一句话也不说。旁边的巴巴想帮忙，结果还被直接拒绝了，这气氛尴尬的让人有点喘不过气。就在这时，斯万刚好经过，说是杰拉正在找他，要去临时营房集合。巴巴赶紧叫住了他，看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单独确认一下。巴巴被留在了原地，斯万和巴巴正在研究一种叫波河气息的净化咒语，说是为了让士兵们能扛住沼泽里的毒气。就在巴巴独自发呆的时候，纳兹凑了过来，二话不说直接让他跟着自己走。纳兹一上来就开始摆谱，问巴巴知不知道他是谁，还吹嘘自己在防线立过大功。纳兹指着手臂上的伤疤，想给这个新人一个下马威，结果巴巴看了半天啥也没发现。纳兹还在那喋喋不休，吹嘘自己是什么暗黑骑士，还说自己血统高贵，普通人连看他一眼的资格都没有。看巴巴没反应，他又开始打听人家有没有姐妹，甚至还要考巴巴记没记住今天的午餐菜单。就在这时，林子里突然传出一声恐怖的嘶吼，奈兹吓得差点跳起来，还得强撑着说这是前线常态。好在莫里斯及时出现，把巴巴从这尴尬的对话里救了出来，直接给他派了修墙的任务。作为超越者小队的新人，巴巴接过了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莫里斯一边带路一边交代，说这附近靠近沼泽，普通士兵都得戴围巾防毒，但超越者体质强根本不需要这些。他指了指远处的工地，让巴巴先去帮忙搬石头。那边2个士兵正累得够呛，为了平衡问题吵个不停。结果巴巴一过去，单手就把巨大的石块扛了起来。这恐怖的怪力把旁边的士兵直接看傻了。盖特这时候走了过来，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坦克卫，还是个罕见的巨人族，难怪比一般的资深者还要壮。巴巴扛着重物想敬礼，却被阿森一顿调侃，说他是不是日子过得太舒服，居然还有心思在这臭美。看来在这支精英小队里，光有蛮力可不够，还得适应这帮前辈的脾气。阿森特意叮嘱盖特一定要好好练练巴巴，不然到了战场上，这小子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他看着巴巴的背影，心里其实挺失望的。原本以为会来个更强悍的狠角色，没想到只是这种程度。他甚至开始怀疑，像盖特这样的人类，真的能扛起那种级别的重担吗？此时的前线并不太平，只要是魔王宿主待过的地方，土地全都会变成剧毒的沼泽。虽然那些怪物暂时离不开沼泽区，但危险程度一点没减。尤其是这种叫沃格尔的巨兽，它们就是沼泽污染的源头，哪怕看起来比同类弱一些，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真正的麻烦恐怕还在后头。盖特察觉到巴巴欲言又止，主动让他有话就直说，别在那憋着。巴巴指着地上紫色的圆球，一脸天真的问：“这道处乱扔的浆果能不能吃？”他肚子正饿得慌。盖特冷冷地回了一句：“那是怪物沃格尔脱落的眼球。”巴巴吓得当场尖叫，这胃口瞬间就没了。他这才反应过来，周围那股刺鼻的恶臭，其实就是沼泽散发的毒气。离得这么近，真实感一下子就上来了。不过奇怪的是，巴巴发现自己竟然还能忍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受。原来超越者的武器自带净化功能，能自动过滤周围的毒气。看来这身装备才是他们能在死地活下去的底气。杰拉一脸不耐烦，手里勾着一根细细的发带，抱怨这种破事简直是在浪费时间。斯万已经在旁边待了1个小时，同样的动作一直在无限循环，他感觉自己快要耗尽耐心了。杰拉变本加厉，直接命令斯万回营房去帮他把落下的发带找回来。斯万只能老老实实跑这一趟，可翻遍了整个屋子，连个发带的影子都没见着。眼看交不了差，斯万只好忍痛割爱，把自己那根当成礼物的发带拿了出来。他完全搞不懂这个女人到底在打什么主意，这种莫名其妙的刁难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斯万觉得杰拉简直是个天才，他总能用1-2句话就让人心情瞬间跌到谷底。杰拉说话极其恶毒，他甚至觉得斯万应该死在战场上，而不是活着回来，连拿个发带这种小事都办不好。斯万只能低头道歉，可这句对不起反而火上浇油，杰拉彻底爆发了，威胁说再听到道歉就撕烂他的嘴。这下斯万彻底没招了，道歉会被骂，不说话也会被盯着逼问，局面完全陷入了死循环。就在斯万下意识想再次开口时，杰拉已经失去了耐心，直接动手了。这根本不是什么磨合，而是赤裸裸的霸凌。杰拉刚要发作，嘴里的脏话还没骂完，营地里突然响起了管理处的广播，所有超越者小队成员必须立刻去连长办公室集合。这道命令来的正是时候，强行打断了这场单方面的霸凌。杰拉不仅没觉得扫兴，反而冷笑着说，这下可太好了，因为集结意味着他有更多的人可以拿来撒气。他像赶苍蝇一样，让斯万带着传令兵赶紧滚蛋，别在这碍他的眼。斯卡利看着斯万沉默的样子，心里也泛起了嘀咕，小声问他到底有没有事。斯万虽然心里憋屈，但还是强打起精神，告诉斯卡利自己还撑得住。斯卡利也是个过来人，他透露阿森以前也没少针对他，甚至还把他拉进了黑名单。这种日子只要熬过3个月，等新人来了就解脱了。他看着斯万平静的样子，心里暗暗感叹，这孩子的心理素质稳得像铁一样。与此同时，连长办公室里的气氛却降到了冰点，一份绝密档案被摊开，真正的威胁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那是盘踞在前线的兽形恶魔哈卡。他不仅生性残暴，还带着2个极其难缠的部下，曾经凭一己之力抹平了3个师。瑞贝卡语气严肃地提醒所有人，这次的目标绝不是闹着玩的，只要稍有疏忽，所有人都会变成他的猎物。之前的防御战之所以能轻松取胜，是因为那些兽形恶魔最怕闻到同类鲜血的味道。但现在情况变了，随着核心战力全部归位，上头已经下达了死命令，4天之后，所有人必须完成整备，全面开战。这次的对手哈卡跟那些缩在领地里的怂包完全不同，他不仅极具攻击性，而且正处于异常活跃的状态。瑞贝卡指着地图上的格罗坦平原，断定那里就是最后的战场。这不再是一次简单的清剿，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防御战。盖特听完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明白了。”从战术上讲，这将以防御战的形式进行。瑞贝卡很清楚，虽然弓箭手和哈皮安部队能靠远程游击提供支援，但在真正的怪物面前，这些攻击根本不够看。那3个 BOSS 级的敌人速度快到离谱，普通的远程火力连鞭都摸不到，就算打中了，也造不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所以这一仗必须由超越者顶在最前面，进行最危险的近身肉搏，这是唯一能解决战斗的办法。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速度匹配，不像有实战经验的莫里斯和斯万，巴巴是个全新的新兵，斯万和莫里斯必须弥补这些经验不足，他们将组成一个团队对付2个下属恶魔。这就是血地之主哈卡。作为兽形恶魔中的高阶存在，他不仅是这片战场的指挥核心，更是无数人的噩梦。面对这种体型悬殊的怪物，普通人恐怕连站稳都难，但盖特却没有任何退缩的意思，他已经做好了觉悟，要靠自己的力量亲手解决掉它。不愧是核心精锐部队的驻地，这里的伙食简直绝了，比外面的饭馆还要香。莫里斯一脸纳闷地问：“这东西你真觉得好吃？”巴巴赶紧点头说：“真的，这简直就是家里的味道。”盖特忍不住吐槽：“这家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饭桶，上次居然把怪物的眼珠子当成浆果给吞了。”莫里斯在旁边听得直发愣。盖特打断了闲聊，命令所有人吃完赶紧休息。接下来的集合地点就在格罗坦血地的入口。按照之前的经验，只要把首领格罗坦干掉，剩下的小喽啰就会跟着消失，战斗也就彻底结束了。但盖特心里清楚，这次的情况恐怕跟上次完全不同。就算干掉了宿主哈卡，也只能让那些小喽啰消失，剩下的2个副脑杰卡和拉卡根本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依然会留在战场上。莫里斯想了想问：“那不如先解决哈卡，清掉杂兵，然后再去收拾剩下的2个？”盖特点了点头：“没错，这就是我们要对你进行特训最根本的原因。只结级的怪物，那可是跟格罗坦一个级别的。”斯万心里怕得要命，这种能同时操控2个怪物的狠角色，咱们真的能对付吗？他转头一看，旁边的巴巴居然一脸淡定，难道他还没意识到接下来的战斗有多恐怖？斯万忍不住小声问：“你还好吧？是不是压力太大了？”巴巴心里正美着呢，管吃管住还发3倍工资，这种好事上哪找去？难道是自己表现得太开心了？他憋了半天，最后冒出来一句：“这汤的味道确实比老家的差了点。”斯万听完彻底懵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居然还在操心汤好不好喝？盖特下达了最后通牒，除了没上过战场的巴巴留下加练，剩下的人立刻回去睡觉。明天一早，所有人必须对其进度。就在众人散去后，盖特单独找到了丽贝卡。盖特开门见山：“这次行动依然需要你的全力协助，毕竟谁都清楚4年前的那场登陆战，如果没有你，根本不可能有现在的胜利。”瑞贝卡看着窗外，心里很清楚，像盖特这样的人才，绝不该只当个普通的大头兵。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喊声：“丽贝卡团长！”瑞贝卡被打断了思绪，皱着眉头问：“大半夜的，到底出什么事了？”里贝尔神色匆匆地闯了进来：“团长，沼泽那边出事了。”里贝尔的声音都在发颤：“团长，那东西已经翻过围墙，彻底渗进哨所内部了。”瑞贝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怎么可能？防线明明才刚加固过。他和默爱立刻冲上城墙，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沉默了。沼泽不仅蔓延了进来，那些疯狂的怪物甚至开始啃食城墙的根基。照这个速度下去，这些临时工事根本撑不了多久。里贝尔指着远处的山脊，那里的景象让人头皮发麻。照这个速度蔓延下去，天亮之前临时围墙就要彻底崩塌。瑞贝卡当机立断，默爱立刻叫醒所有人，全副武装集结。原本以为还有4天的安全期，可谁能想到这些怪物分泌的粘液量大得惊人，而且稀得像水一样，扩散速度比平时快了好几倍。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丢了防线，甚至连这片区域的空气都已经没法正常呼吸了。瑞贝卡最担心的是防护装备。里贝尔一边整理面罩一边回答：“过滤围巾的数量倒是够，但功能已经开始减弱了。好在他还能用大范围法术顶一阵。”随着斯卡利的一声号角，全军立刻进入了临战状态。瑞贝卡还不忘提醒他：“你可不是什么刀枪不入的超越者，千万别逞强。”瑞贝卡发现他没带围巾，正要询问，斯卡利赶紧解释：“莫里斯已经给大家加了呼吸增益，现在暂时没问题。”莫里斯一路小跑过来报告：“团长，算法测试已经全部搞定，只要您一声令下，大范围法术随时可以覆盖全场。”瑞贝卡最关心的是续航，这增益到底能撑多久？莫里斯一脸淡定地抛出重磅炸弹：“我用了器官共鸣代码做连接，只要他们还在喘气，这个增益就是无限续航。”这话一出，连里贝尔都彻底听傻了，把呼吸当成动力源，这简直是天才般的疯子才能想出来的招数。随着城墙下的一声令下，真正的反击现在才要正式上演。
莫里斯高举法杖，口中咒语响起，波河之息。刹那间，蓝色的光芒像浪潮一样席卷全场，原本压抑窒息的空气瞬间变得清凉通透。士兵们简直不敢相信，不用戴那闷人的围巾也能自由呼吸，甚至空气里还带着淡淡的清香。瑞贝卡看着士气大振的队伍，心里很清楚，这种死里逃生的心理安慰比任何动员都管用。虽然这是一场毫无准备的遭遇战，但现在的局面已经是我们的顺风局了。瑞贝卡决定趁热打铁，利用现在的顺风局势，在士兵们还没回过神之前，用最直接的方式点燃他们的斗志。只要够简单、够粗暴，焦虑就追不上他们。干得不错，莫里斯！盖特的一句肯定，让这个一直默默付出的男人挺直了腰杆。莫里斯在一旁暗自盘算，这次立了大功，应该能帮盖特在晋升的路上再加一把劲吧。就在这时，瑞贝卡猛地展开巨大的褐色羽翼，在月光下腾空而起。他对着下方的全军发出了雷霆般的怒吼：“全体注意！那些该死的沼泽毒气已经再也无法阻挡我们的脚步了。现在的我们可以彻底自由的呼吸。”这一声宣告像是一把火，瞬间点燃了所有人压抑已久的战意。瑞贝卡接下来的话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从现在起，我们要主动打开城门。战术很简单，既然守不住，那就把那些怪物全部放进来。等他们从入口涌入的一瞬间，全军立刻摆出异形阵，把所有火力全部集中在一点。这已经不是在防守了，而是一场要把敌人彻底嚼碎的围猎。瑞贝卡的声音响彻夜空，把那些怪物全部撕碎。只要他们敢踏进城门一步，这里就是他们的坟场。我们要彻底拿下这块地，用我们的枪尖和利刃去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荣耀就在前面等着，所有人跟我冲！这一刻，整支军队的杀气已经彻底压不住了。瑞贝卡在月光下高举长剑，发出了最后的动员。荣耀就在前面等着我们。紧接着，他下达了那个让所有人屏息的指令：开城门！所有人都已经握紧了武器，等待着最后的一刻。伴随着沉重的摩擦声，城门终于彻底敞开，密密麻麻的魔物大军正像潮水一样涌进来。这些怪物张开血盆大口，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咆哮。他们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太久了，底下的士兵全在拿命在填，刀光剑影里全是血。这已经不是在打仗了，这是在硬碰硬的玩命。联邦军队这回学聪明了，直接张开翅膀包抄，把所有的火力全砸了下去。这回可不是被动挨打，局势完全反过来了。阿森在前面带头冲锋，每一招都是奔着命去的。斯卡利在后方冷静指挥，调整角度，全员齐射。漫天的箭雨刷的一下落下来，一切都在计划之中。这帮怪物这下是真的踢到硬铁板了。小心！怪物已经冲到斯卡利脸上了，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射手这下死定了，结果他根本没打算躲，直接抡起长弓，狠狠地抽在怪物的脑门上。你以为射手只会躲在后面，知不知道为了拉开这把弓，这双手到底练了多少次？这可不是普通的力气，这是成千上万次枯燥的重复换来的绝对力量。瑞贝卡这一招从天而降，直接把敌人的阵型给切断了。现在恶魔军团有一半进了城，剩下的还在墙外死命往里挤。但这帮怪物全凭一股子蛮劲，根本不懂什么叫战术。只要死的人超过一半，他们自己就先下破胆了。看着吧，这帮家伙马上就要乱成一锅粥，这场仗已经看到头了。瑞贝卡在高处死死盯着战场，反击的时机终于到了。随着他一声令下，这支不要命的精锐全员出击，四人直接扎进了怪物的堆里。盖特一边挥舞大剑横扫，一边冲着身后大喊：“跟紧了！”他们两个负责在前面撕开缺口，只要这股劲头不松，这道防线今天必破无疑。盖特大声提醒所有人，现在没时间跟这帮小喽啰浪费时间，咱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冲到哈卡面前。队员们憋着一股劲，硬生生从怪物的包围圈里凿出了一道血路。第一道防线总算穿过去了。看着身后的城门越来越远，盖特眼神死死盯着前方，真正的目标就在不远处。斩首行动现在正式开始。盖特的咆哮声响彻整个战场，他带着敢死队一头扎进敌阵，现在除了往前冲，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斯卡利站在城墙上，手里的长弓握得死死的，他只能在心里一遍遍祈祷，希望这帮家伙这次也能活着回来。尤其是巴巴那个混蛋，这可是他第一次真刀真枪的玩命，在这种绞肉机一样的战场上，谁也没法保证他还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斯万看着巴巴的背影，心里暗暗吃惊，这家伙真是一台人形坦克，面对这种阵仗，竟然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距离在飞速缩短，500码、300码、100码。就在这一瞬间，盖特终于和那个怪物头领撞在了一起。盖特这一剑下去，直接把挡路的怪物劈成了两半。虽然这一击威力惊人，但他自己也受了伤，血顺着肩膀不停地往下淌。可眼前的怪物首领哈卡根本没打算给他喘息的机会，那巨大的体型压迫感十足，盖特在他面前显得太渺小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后方的斯万终于出手了。这一招压箱底的魔法能不能帮盖特解围？斯万的魔法瞬间爆发，巨大的紫色利爪直接封锁了战场。可这怪物的速度快得离谱，连盖特都忍不住惊呼出声。还没等众人站稳脚跟，一道黑影已经绕过防线，直冲着后方杀过来了。巴巴死死盯着前方，他知道这家伙是冲着自己来的。巴巴这一挥简直神了，随手一挥就直接命中了要害，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这运气简直好到爆。盖特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巴巴这种一根筋的性格，反倒让他打起仗来比谁都猛。不过盖特可不打算认输，他心里很清楚，论天赋自己绝对不比任何人差。现在最强搭档已经就位，真正的反击马上就要开始了。
莫里斯终于出手了，法杖一挥，强力的防御增益瞬间覆盖全场。巴巴整个人都被蓝光包裹，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变得前所未有的坚硬，这增益强度简直离谱。原本必败的局面，现在看来好像真的有戏了。盖特在一旁死死盯着前方，他知道最完美的进攻时机已经到了。左边，盖特反应极快，在敌人偷袭的瞬间就锁定了位置，他整个人腾空而起，手中的大剑顺势抡出一个半圆，这一击重斩带着破空声砸向地面，威力大的惊人。可就在落地的一瞬间，盖特突然停住了，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真正的威胁根本不在这里。坏了！一股凉气直冲脑门，盖特猛地回头，发现自己已经被死死盯上了。这怪物的体型大得离谱，光是那张血盆大口就能把他整个人吞下去。仅仅交手了2个回合，盖特就察觉到了不对劲。虽然他能单手挥动沉重的大剑，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这种程度的爆发力竟然完全不够砍，根本砍不中。这怪物的速度快到离谱，完全超出了人类的反应极限。盖特只能看到一道道残影在身边闪过，这种压倒性的速度差让他根本没法还手。就在他试图捕捉对方位置的时候，那家伙竟然已经绕到了身后。盖特猛地回身格挡，但怪物的利齿已经近在咫尺，顶不住了。盖特被这股蛮力直接掀飞，怪物根本不给喘息的机会，咆哮着再次扑了上来。他在半空中强行稳住重心，用大剑死死抵住对方的利爪。远处的斯万星都提到嗓子眼了，这种级别的怪物，盖特一个人真的能撑住吗？盖特急了，他大吼着让同伴别管自己，因为更多的怪物已经绕过前排，直冲后方的斯万去了。斯万立刻放大招，无数锁链拔地而起，想要死死锁住这些畜生，可结果却让人心凉。这些怪物的速度实在太快，魔法的锁定竟然完全跟不上，这下连最后的防线也要被彻底冲垮了。巴巴用尽全身力气，勉强挡住怪物的致命撕咬。斯万看着眼前的惨状，脑子里突然闪过乌尔德林教他的竞技法则：既然2个敌人都强到离谱，那就别硬碰硬，直接让他们狗咬狗。斯万决定孤注一掷，他问莫里斯敢不敢再疯一次？只要这个计划能成，现在的死局瞬间就能反转。快说，到底要怎么做？时间真的不多了。斯万突然转头问莫里斯能不能把声音全部掐断，因为接下来的混乱魔法只有在绝对安静的环境下才能生效。莫里斯立刻心领神会，两人同时举起法杖，古老的咒语瞬间响彻战场，一道巨大的蓝色屏障拔地而起。莫里斯很清楚，我们的魔力非常有限，单纯的力量加持虽然猛，但肉体总想变回原样，根本撑不了多久，反倒是金属的结构能让这份力量留存得更久。这就是为什么武器才是活下去的关键。莫里斯必须带着斯万和巴巴去对付贾卡和拉卡。盖特发现了一个致命问题，如果大家都为了蹭那点加持，死死贴在他身边，那整个队伍的机动性就全毁了。他当机立断，与其强化人，不如直接强化这把大剑。莫里斯听完都愣住了，光靠强化武器真的够吗？但现在已经没时间犹豫，盖特很清楚接下来的这场硬仗，他是唯一的胜算，把魔力省下来应付突发状况。至于他自己，只要这把大剑还有强化就足够了。眼前的怪物体型大得让人绝望，但盖特根本没打算退缩。随着大剑被魔力彻底点燃，他已经做好了独自解决战斗的准备。斯万低声说了句：“很好。”感官屏蔽领域正式产生共鸣。正在厮杀的巴巴突然发现周围变了，原本嘈杂的战场一下子变得死寂。就在这时，莫里斯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他已经屏蔽了所有杂音，只留下了队友的指令：“别发愣了，赶紧施法。”斯万立刻回应，开始全力施展法术。他先是激活了法杖上的黑漏结晶，对着球体轻轻哈气，让一层寒霜迅速覆盖表面。紧接着，他在结晶上画出了蛇蛇的印记。随着咒语声响起，原本平静的能量瞬间狂暴起来。法术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成败就在此一举。斯万终于出手了，诅咒类黑魔法背刺之蛇。这种魔法最阴损的地方在于，它能无限放大怪物彼此之间的仇恨。原本正要围攻巴巴的2只巨狼，动作突然僵住了，他们眼里的敌人瞬间变成了身边的同类。巴巴还没反应过来，这2头畜生已经开始疯狂的互相撕咬。莫里斯兴奋的大喊：“干得漂亮，斯万！这下大麻烦总算解决了。”巴巴却没心思庆祝，他一把按住莫里斯，示意按照计划进行。就在这时，他突然停下脚步，看向天空，原本平静的夜空被一道黑影瞬间划破。巴巴根本不按套路出牌，他大吼一声，直接把莫里斯像炮弹一样扔了出去。莫里斯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已经在半空中飞速坠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瑞贝卡展开巨大的羽翼，稳稳接住了他。盖特心里很清楚，现在的局面必须寻求队长丽贝卡的支援，而那个关键的增幅之塔高耸入云，除了靠飞的根本没有第二条路能上去。增幅之塔周围全是狂暴的乱流，普通人靠近就是个死。盖特心里很清楚，现在唯一能闯进去的人只有瑞贝卡。他神情严肃地看向瑞贝卡，当年的那场风暴你都挺过来了，这次的任务也只有你能办到。瑞贝卡没有废话，直接拎起莫里斯冲向高空。一旦进入乱流中心，所有的声音都会被无限放大，到时候谁都别再开口说话。瑞贝卡带着莫里斯冲入高空，最后叮嘱了一句：“按计划行动。”莫里斯紧紧闭上嘴，他知道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关乎生死。与此同时，盖特制定的战术浮现在脑海，他曾拿着记录本警告过所有人，魔族这种东西，意识全都是共享的，只要吹响特制的哨子，那些兽形魔族就会把它当成最高指令，产生无法抗拒的共鸣。我们要利用这种本能，彻底锁死那个快到离谱的怪物。
让他无处可逃。月光下的魔族正在疯狂嚎叫，这种压迫感让人喘不过气。莫里斯拿着手册，急匆匆地跑向盖特，他心里完全没底，就算自己拼了老命去吹哨子，声压也才勉强达到1帕，可手册上明明写着，想让高阶魔族有反应，起码得要10帕才行，这差距简直就是天壤之别。莫里斯觉得这计划根本行不通，可盖特却突然打断了他，语气异常冷静。他说：“这就已经足够了，只要你能吹出这1帕的声压，接下来的局面就还有翻盘的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增幅之塔，方圆几里全被狂暴的能量包围，在这里，任何细微的声音都会被放大10倍，震得人耳朵都要聋了。瑞贝卡顶着足以撕碎身体的风暴，死死护住莫里斯往里冲，周围全是刺耳的轰鸣声，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莫里斯被吹得东倒西歪，连眼睛都睁不开了。这种强度的冲击已经到了身体能承受的极限，但他们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冲向那座漆黑的塔顶。瑞贝卡把莫里斯放在塔顶，转身冲入云霄，等哨声一停，就会立刻回来接人。莫里斯独自站在风暴中心，死死盯着下方的动静。现在整座塔只剩下他一个人，周围全是震耳欲聋的轰鸣。他在等盖特队长清理完增幅区，只要信号一响，就是他出手的时刻。莫里斯握紧了手中的法杖，成败就在此一举，必须一鼓作气彻底解决掉那个怪物。他直接开启光魔法，强行强化了自己的肺部，这一招回声吐息，能让他的气息瞬间爆发。就在这一刻，他拼尽全身力气吹响了哨子，刺耳的尖啸声顺着增幅之塔疯狂扩散，这股音浪要让整个战场的魔族全都无处可逃。原本横行霸道的怪物被这股音波震得当场定住，连一步都挪不动了。哨声的效果立竿见影，那些兽形恶魔全被定在原地，只能发出痛苦的哀嚎。里贝尔一眼就看准了时机，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大声下令，让所有人立刻反击，把眼前的这些杂碎全部清理掉。里贝尔已经做好了冲锋准备，憋了这么久的火，终于到了彻底爆发的时候。阿森第一个冲了上去，趁着怪物被音波镇住，这一拳下去，直接把对面的防御彻底打碎。现在的战场已经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这些魔族被定在原地，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看着莫里斯在塔顶拼命的样子，斯卡利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盖特当初非要逼着这小子练这种奇怪的招数。莫里斯当时练的嗓子都快废了，就为了让声音的分贝能达到这种恐怖的杀伤力。斯卡利一开始还觉得离谱，心想这打仗呢，你在这吹什么哨子？可现在看着眼前的怪物，疼得连魂儿都快飞了。盖特知道计划已经成了，那些怪物彻底乱了阵脚。他摆出了最标准的联邦大剑术架势，眼神里透出的杀气已经锁定了猎物。基础型第2式，这一剑下去就是要彻底清场。他心里很清楚，这种音波干扰只是暂时的，如果后续没有更强的精神压制，这些怪物很快就会发现刚才的动静全是假的，到时候他们会直接无视干扰，重新发起疯狂的进攻。这意味着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只有这一次。这一剑确实砍中了，鲜血瞬间溅了一地，巨兽被这股力量震得连连后退。盖特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却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那家伙为什么会往这边走？刚才那阵嚎叫为什么没能控制住这家伙？旁边的巴巴已经快到极限了，整个人停在原地，连话都说不出来。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原本以为哨声是救命稻草，结果却捅了马蜂窝，引得周围的巨兽全都跟着嚎叫起来。这下局面彻底失控了。斯万大喊一声：“巴巴！”就是现在！巴巴早就准备好了，莫里斯刚才给他的力量加持，现在全汇聚在这一拳上。这一招铁匠重锤就是要直接砸碎巨兽的脑袋。就在巨兽挣扎的时候，斯万紧接着补上一记荆棘缠绕，死死锁住了他的退路。斯万终于发现了不对劲，其中一只巨兽竟然完全脱离了哨声的控制。他死死盯着那家伙的脑袋，这才发现一个恐怖的事实，他根本就没有耳朵，难怪所有的控制手段都没用，这根本就是计划外的情况。最担心的局面还是发生了，现在的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盖特看着眼前的巨兽，心里很清楚，这次的计划已经彻底泡汤了。虽然刚才拼命杀掉了一只，但局面并没有好转。斯万和巴巴到现在还没现身，这只能说明一件事，他们负责的那部分行动肯定也出事了。现在的处境比想象中还要糟糕，看来莫里斯那边也指望不上了，他到现在还没能撤回来。既然已经没有退路，那就只能启动最后的计划。盖特猛地挥起巨剑，这一击他赌上了全部的筹码。巨兽侧身躲过，这就是纯粹的野兽本能。盖特背后的伤口还在流血，但他现在根本顾不上疼，眼前的哈卡实在太恐怖了，只要稍微有一丁点迟疑，就会遭到他致命的打击。这种本能完全是为了战斗而生，能瞬间看穿对手的所有动作。更糟糕的情况发生了，哈卡已经通过直觉发现，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类其实比他还要弱。在哈卡这种级别的怪物眼里，盖特的动作简直慢得像是在原地踏步，他根本不打算给对手喘息的机会，直接从高空俯冲而下。盖特只能咬牙举起巨剑硬扛，但在这种绝对的力量面前，所有的防守都显得太无力了。既然躲不掉，那就干脆硬碰硬。盖特死死按住剑柄，哈卡像发了疯一样撞过来，这种冲击力足以把整片地面都掀翻。哈卡对速度的理解跟人类根本不是一个次元的，这种攻击频率已经快到了肉眼无法捕捉的地步。盖特只能凭直觉在死撑，每一秒钟都在生死边缘徘徊。
他终于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自己把肌肉练得再强，把手里的剑磨得再锋利，在绝对的速度压制面前，全都是白费力气。现在的他就像是猎狗嘴边的一只乌龟，除了缩在壳里等死，竟然什么都做不了。现在的盖特光是勉强挡住攻击，就已经耗尽了全身的力气，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整个人就被一股巨力直接掀翻。如果这场战斗变成了一场消耗体力的持久战，那对他来说就真的连一点胜算都没有了。最糟糕的情况还是发生了，盖特被巨兽死死叼在嘴里，连他的重剑都掉在了地上。莫里斯、斯万，如果再不救人，就真的来不及了。原定的计划彻底失败了。莫里斯没有犹豫，立刻启动了备用方案，他拼命往战场中心赶。斯万大声提醒巴巴，一定要再坚持一会儿。随着一道蓝光炸裂，强力的魔力增益瞬间覆盖全场，连旁边的斯万都看傻了。莫里斯对着斯万大喊：“增益已经给到位了，现在就开始反击！”看着这夸张的属性加成，这下轮到怪物要倒霉了。这已经是最后的胜负手了。莫里斯必须精准分配每一丝魔力，把所有的增益都堆在巴巴身上。但现在的麻烦是盖特的位置实在太远了，如果要把魔法范围强行扩大，那魔力的消耗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就在斯万犹豫的时候，莫里斯终于锁定了坐标，大声下达了最后的指令：4000码半径，必须保持魔力密度。斯万没有退路了，他直接开启了超负荷模式，禁忌的咒语瞬间响彻战场，大范围诅咒黑魔法彻底爆发，恐怖的吞噬之物瞬间笼罩了战场。这种魔法一旦不顾风向强行释放，连自己人都会被卷进去。斯万一边吟唱咒语，一边想起了曾经那些地狱般的训练。原来在那时候，一切就已经注定了。他心里很清楚，这种大范围的迷雾根本不是为了杀敌，而是为了改变整个战局。可他最担心的还是盖特，在那样的怪物面前，盖特一个人真的能撑住吗？现在的战场已经变成了一片死地，斯万和莫里斯死死盯着前方，他们已经赌上了所有，现在就看这一招能不能成。遮天蔽日的吞噬之物终于在战场上彻底散开，这股恐怖的力量让原本死寂的黑夜变得更加压抑。盖特在迷雾中停下了脚步，他一眼就认出了这股熟悉的气息，这是队友们拼命送来的支援。我就知道你们一定能行。他低声念着斯万和莫里斯的名字，握紧了手中的巨剑。之前的增幅塔和咆哮确实都在计划之中，但现在这最后一招，连盖特自己心里都没底。可是到如今已经没别的路可以走了，这是他手里最后的一张牌，哪怕只有1/1000的机会，也必须在这里做个了断。他死死盯着眼前的黑暗，缓缓举起了那把巨剑。这就是我最后的手段。盖特利用层层叠加的吞噬之物，想要彻底封死哈卡的视线。只要能让这怪物变成瞎子，他就有机会脱身。趁入迷雾遮掩，他立刻转身飞奔，想要拉开最后的安全距离。可他还是低估了兽形恶魔的本能，就算眼睛看不见，他移动时留下的残影和体温，在哈卡眼里就像黑夜中的火把一样明显。在这种恐怖的感官面前，单纯的逃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哈卡的野兽本能反而变得更疯狂。他根本不需要用眼睛去看，他完全凭借着那股嗜血的直觉，死死咬住了盖特的踪迹，每一步都在拉近死亡的距离。随着一声震碎耳膜的咆哮，这头怪物已经彻底锁定了猎物。